气息。西方教，好一个圣人，竟也会偷袭，丢不丢脸？若我早生石原会，何来你们西方圣人道果？青灵、青光，今天贫道就与你们侵犯父我山门之业。师姐，你别怪我，走。师姐，八臂真身。七宝妙术，因果跑列。弟子要上西方二圣，放肆！98层伪装，解锁。海清师兄，我们可以好好谈谈。闭嘴！太清师兄，你当真要因一个3代弟子对贫道出手？你我有缘。诛仙力，戮仙王，现仙散，绝仙变，诛仙4剑，起！长庚，能为你扫清的都已经做了，接下来靠你了。经禅倒是上道，竟愿将西方教安插在龙族的内应派来，
供太子驱使。蟠桃宴在即，我迟迟不肯合作，他当然着急。只是没想到这内应是敖氏，见过太子殿下，这是您要的东西。很好，不过我还需要你在蟠桃宴上再做一件事。事成之后，你就会是四海龙族的王。敖氏定不负太子所托。龙族这么爱自抬身价，我就让他们抬个够，抬到身价飞涨，抬到昊天发怒，那时天庭将成为我妖庭最锋利的刀。与您会面之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明日蟠桃宴，天庭怕是要逼龙族上天。各位叔伯放心，妖庭绝不会弃各位于不顾。蟠桃宴你们想去便只管去。倘若加入天庭是龙族最好的选择，我陆压也会举双手赞成。但若是在天庭待倦了，妖庭随时欢迎四位叔伯。陆压太子顾念旧情，是个好人好妖啊！想当初，妖庭如日中天，可是将我等尊为客卿，位列2阶正神。天庭却让我等听一个4阶海神之命，相比之下，我更倾向妖庭。巫妖大战后，妖皇帝俊、东皇太一接连陨落。妖庭百族四分五裂，哪怕陆压靠着妖庭太子的名号能重聚百族，又有几分把握对抗天庭，对抗天道？说到底，妖庭许诺的好处虽多，但风险也高。天庭开价不高，但胜在稳健。总之，有妖庭保底，龙族不会吃亏。明日且去蟠桃宴，看看天庭是否加码。老实说，蟠桃宴将有大事发生，可能会危及洪荒。而你是蟠桃宴的操办者，更需小心。长寿，接塔。天地间最强的防御至宝之一，天地玲珑玄黄塔，真是熟悉的安全感。放开心神，让本塔把你元神也护上。谁在说话？想啥呢？麻溜的，让本塔进入元神。咱是暂时借你用一下子，别以为就你这点道行就能使唤咱了。上次本塔一缕为能，就保了你小命儿。这次大爷亲自罩着你。他能说话？本塔是天兵灵宝，懂什么是灵宝？啥呀？还快来！灵宝灵性充足，能用灵念跟执掌者的元神交流。老师的这些宝物，平日里闷久了，跟老师交流也都被老师拒绝，所以显得话多了些。快给我削他！快开大，开大呀！围住他！跟我这个大哥，巴适得很，不能细想，连教大佬滤镜要碎了。多谢塔前辈前来相助。哎，这还懂点事儿，你看。小玩意儿，你这腰杆挺直点啊！有本大爷在，那什么桃子宴上，你想干啥就干啥。
何人在外窥探？原来是你，血赤黑纹。他应当是来向我汇报西坊教的消息，以便安排蟠桃宴之事。我如今是越来越放心，让你来处理咱们人教事务了。大法师性情温和，你不必如此惧怕。这般强大的味道，这般令闻生畏的感觉，第一个人族的纯阳之血啊，让本女王都有些兴奋过头，止不住的流口水呢。冷静点，说人话。金蝉下一步有什么计划？撺掇龙族继续抬价，这是想激怒玉帝，发兵四海，强行收拢。到时龙族就会主动投向妖庭。龙族想坐地起价，必是笃定天庭要招揽他们。陛下要掌握话语权，不如回避蟠桃宴，冷落龙族，以此先挫掉他们的锐气。原来你没那么重要，就是爱卿驯龙的第一步。好，吾听你的便是。蟠桃宴关乎龙族存亡，务必按计划行事。参加蟠桃宴者，还请呈上请柬。表弟，连表兄也认不出吗？啊！请柬不慎丢失了，我这便向玉帝告罪。请诛邪领天剑。驯龙第二步，爱出风头就要挨打。我龙族从未受过如此欺辱。海神你，敖义兄，且随我去迎产劫两教的前辈。一切都是为了让龙族顺利上天。驯龙第三步，我们的选择不止你们一个。海神老弟，海神道友，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贫道倒是和海神小友刚见。大师兄何时与长庚道友这般相熟了？寻宝偶遇。海神老师人脉之广，当真是产劫两教通吃。海神将我等晾在此处，却与道门攀谈，这是何意？难道龙族只是天庭的备选？他们最想合作的其实是道门。既然天庭无意与龙族交好，此宴不去也罢。天庭招待不周，还请见谅。吾给诸位赔礼了。见过师叔。娘娘不可。算起来，我母可是六圣的师妹，总不好驳她的面。驯龙第四步，天庭的背后还有道门。宴席已在瑶池备好，各位请。玉帝不在瑶池，天庭如此冷落龙族，莫非是觉得龙族毫不重要？陛下尚有公务在身，
不过特意叮嘱，绝不可轻慢龙族。待龙族上天后，如今天庭之依仗，日后也会成为龙族之助力。请入座。这么看来，天庭还是想要招揽龙族。如今我族对归顺天庭尚有诸多争议，龙族子弟遍及四海，但神位却1000年轮转一次，只怕……听闻西坊教多次袭杀四海，欲将龙族化作手中利刃，或贪图龙族多年积累。可天庭却是真的看重龙族才能，才会许以江河湖海之神旨。每次提及价码，王母便转移话题。看来此前许诺的神位轮转，已是天庭开出的最高价码了。龙王既已落座，便是天庭的宾客，倘若现在离开，可就不好说了。天庭这是打算逼龙族效忠。西坊教愿助太子一臂之力。贫道6人奉西坊教2位圣人之令，特来赴蟠桃盛宴。王母与6圣是同门，自然不会厚此薄彼。道门弟子能入，我等自然也能入。让他们进来。西坊教每次现身，我龙族都要遭殃。这次准是又没好事。西坊教来的真是时候。听闻龙族将入天庭，贫道6人先恭喜龙族，马上就会被赦免，填补海眼罪责。你在嘲弄我族？贫道并无此意，莫非天庭并未赦免龙族？这是撺掇龙族抬价不成，要亲自来抬了吗？龙族之罪乃天道所定，而玉帝却可调天道之力，赦免之事无非是降道旨意。敢问王母，此言可当真？你是在质问天庭？这里可不是四海。王母对龙族动了杀心，白莲在逼天庭选择，降旨是让玉帝冒着失德之险对抗天道，不降，龙族定心生不满，不愿效忠。怎么说，西坊教都立于不败之地。荒谬！若今日因龙族上天便免其罪责，那么来日是否也能因别的事再降罪责？远古时，龙族打碎洪荒，累积万灵生死，自然要罚。而今时今日，龙族若能以自身之道庇佑一方生灵，当然也要赏。还是海神老弟会说啊。如此赏罚分明的天庭，才能令洪荒幸福。龙王以为呢？海神此言，振龙发愧，是无一时糊涂，在王母面前失仪了。谁？是谁在看我？啊，这目光温暖柔和。如今天庭唯有海神一人想要保全龙族，连王母也对他们失了耐心。
士，你还在等什么？长庚爱卿说的对，无知天庭就是要公正无私，赏罚分明。驯龙计划的最后一步，还是要玉帝来做，才能令龙族幸福。龙族镇守四海海野，护天地生灵久矣，当有一份功劳。此诏得天道认可，这便是吾对龙族的嘉奖。如此，可信了天庭。龙族上天在即，白莲等人却没有异动，一切太过平静，反而不正常。我总感觉危机正在逼近。龙族上天已成定局，哪怕杀了海神，亦无济于事。你以为我要杀的是海神？不，我的目标一直都是瑶池内定然还有潜在危险，危险到底来自哪里呢？产劫两教和天庭都是我安排的，西坊教也没有动静，一定是龙族。没有异样。教主哥哥，怎么了？你父王有危险，快！父王，你们还是晚了一步。敖广的元神已经被射离此地，父王的元神在溃散。敖氏，你到底想做什么？做什么？我龙族乃远古霸主，如何能向天庭卑躬屈膝？你这个逆子！我劝你们赶紧放了我，否则敖广必死无疑。你当众袭杀龙王，不敬天庭，若放你离开，天威何存？龙族还未归顺天庭，敖氏作为西海二太子，怎么算都该交由龙族处置。大哥受伤之时，定与妖庭脱不了干系。陆牙行事狠辣，即便我等归入妖庭，也难保日后他不会对龙族出手。三位叔父，如何处置敖氏暂且不论，当务之急是救我父王。无论敖氏背后是谁，其目的都是要破坏龙族上天。一旦龙王在天庭出事，四海必乱，得尽快找到解救之法。待火焰燃尽，敖广的元神就会被彻底吞噬，这就是背叛我妖庭的下场。隔空取龙王性命，陆压这法宝，当真诡异。只怕龙王未必能撑到
海神想到施救之法。混元金斗可疗伤补元，能延缓元神溃散的速度。多谢云霄仙说。龙王乃大罗金仙，元神强横，本不该这么快就出现溃散之象。除非是来不及反击，或根本没有反击之力，能做到如此程度，究竟是……一件法宝。太上老君此时现身，明显在给海神撑腰。陆压的钉头七剑书，洪荒最阴毒恐怖的诅咒法宝。施咒时，先以摄神符将对方元神摄入书中祭坛，慢慢焚化，中咒者痛苦不堪，直到元神被钉头七剑书彻底吞噬，诅咒方算完成。得赶紧找到此地，救出父王。父王，来不及了。啊！这是在磁铁城争抢的那件宝贝。老君在警告我等，不得再干预龙族之事。落宝铜钱能落出先天法宝外的任何非兵器类法宝，包括钉头七剑术。这钱币竟然让钉头七剑术失效。如今想来，海神不惜潜入磁铁城，或许早知此宝能威胁到太子。落宝铜钱已暴露，陆压定会有所戒备，日后再想对付他就难了。义兄，龙王刚醒，可扶他暂到一旁歇息。接下来要处置罪魁祸首。敖氏虽是龙族，但在天庭便要受天规约束。敖乙听令，着天兵将敖氏拖去天罚殿，斩龙首，变神魂。放开我！我身负祖龙血脉，乃真龙之身，天庭怎敢杀我？这次多谢海神出手相救，敖氏犯上作乱，弑杀亲族，哪怕回到龙宫也是要斩的，否则种族威信全无。但海神愿以天庭名义将其斩杀，倒避免了一场亲父杀子的悲剧，同时也保全了四海龙族颜面。吾在此谢过。
幸得天庭不弃，吾敖广，龙族之族长，愿率西海龙族归顺天庭，扬天庭天威。好，传吾旨意，将海神神权一分为4，封四海龙王为四海海神，授4阶神位，加授东海龙王敖广为3阶神位，总领四海海市。终有一日，我龙族所有子弟都会挣脱业障枷锁，不再受天不海眼之苦。龙族上天，海神老弟居功甚伟，怎么还被分走了神权？令晋升长庚爱卿为天庭水神，位列3阶，总领洪荒水势，另赐水神府邸1座。小神，谢陛下。为什么功德是天罚的形状？海神，待我了结龙族之事，下一个除掉的就是他。想必太子已拿到那件能够摧毁龙族的东西吧？敖氏给你传了不少消息啊。知己知彼，不就能更好地配合太子？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要来干涉我的事。大法师，老君此前推算出的那件能危及洪荒的大事，是否已经避开？没有，而且危机已经在逼近。西方教和妖庭还有别的谋划？龙王节哀，不过我需要查看一下敖氏太子的元神记忆。西海可有一位3太子？西海3太子，未来的白龙马。西方教现在就开始谋划西游新教了。必有龙鳞，此物非同小可。必有龙鳞给了陆压，逆子！你就将龙族卖给了妖庭，那不是用来锁定杀龙者元神的吗？如今敖氏已死，龙王还找他作何？必有龙鳞是打开万龙阵的钥匙，倘若被窥伺龙族者得到，那海眼……禁古时，妖庭便已知晓龙族所有秘密。庇佑龙鳞，能庇佑龙族，亦能毁掉龙族。原本我并不打算对龙族出手，但你们背叛了妖庭，那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万龙阵已破，海眼就交给你了。待海眼一破，天地业障便会倾覆洪荒大地，将所有生灵葬下。
海眼开了。东海海眼开了！陛下，东海海眼被破，有一人向南逃窜，手持神秘法宝，隐匿身形，无法判别身份。东海的远古战龙已命填海眼，损伤惨重。远古战龙是龙族最古老的真龙，实力深不可测，多年来一直镇守四海海眼。什么人竟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破海眼？难道是陆压？他先用庇佑龙鳞开万龙阵，接着就破了海眼。陆压向来猖狂，上回还当众刺杀天庭之人，怎么会用法宝隐匿行迹？这不像他的行事作风。海眼已开，龙族必死无疑。太子殿下高明，您破了万龙阵后，故意让此人来开海眼，不但报复龙族，事后天庭也不能追责到我们妖庭头上。反正他们图谋海眼已久，我何不顺水推舟？陛下，镇守海眼乃我龙族使命，四海龙王先行告辞。今日事关龙族存亡，还请教主哥哥相助。龙族既已归顺天庭，天庭不会坐视不理。长庚，吾将此事全权交由你，再派华傲天将军率天兵从旁辅佐，你们务必守住海眼。小神领命。今日海眼灾祸，还需诸位道友帮忙。不知三位仙子能否？多谢云霄仙子。那我与云霄仙子随东海龙王前往东海平息海眼。万龙阵被破，作乱之人不会轻易收手。北海就交给公明道友、碧霄仙子、琼霄仙子防守。此人很可能要去开南海海眼，我去南海拦他。木工，你率其余天兵天将前往四海救援遭难凡人。看来他们已经中计，大部分人手都去了东海。此人倒也有些巧思，故意留下线索指向南海，而真正危险的是西海。有那件法宝在，西海海眼，你们要怎么守？急如风，烈如火，烽火蒲团，起！我当是什么法宝？原来是昔日修罗族老祖那把不沾因果的元图剑。你以为凭此剑隐藏身形，防他人推演来历，就能为所欲为了？玄都，他去了西海，他竟没中计。多亏长庚提醒，果真在西海海眼逮到了真凶。大法师，弟子以为凶手接下来极有可能要开西海海眼。哦，可天兵来报，说此人向南逃窜。一个利用神秘法宝隐匿自己身形的人，怎会轻易泄露自己的下一步行踪？除非他想故意误导我们。原来如此，你小子还真是狡诈。是稳健，稳健。还请大法师前往西海海眼拦截此人。依你便是。孽障，还不束手就擒！乾坤遁法，银汉迢迢，移星换斗。
海眼中怎么会有饕餮？这并非真正的饕餮。海眼开启，必须龙族以命相填。任何他族之人靠近，海眼中的业障便会凝成此类凶兽，将其阻拦。看来我们必须先解决凶兽，才能设法填补海眼。不愧是云霄仙子，一出手就能扭转战局。那是又来一只混沌，莫非海眼中的业障能不停化出凶兽？若真如此，恐怕不等将凶兽铲除，我等就要先法力耗尽。师尊，仙玉真境必由精，三锋宝剑号清平。海眼遭难，我师尊通天教主特赐此清平剑，助东海平定乱局。长庚，太清圣人，就这？海眼灾祸为功德可平，此定海神针于你。定海神针，太上老君亲手炼制，曾借于大禹治水，测定江河湖海深浅。今夜就让这件功德法宝再平定一回东海暴动，弟子定不负所托。你若有灵，当显灵性。
定海神针上的功德金光。莫非海眼不是要龙族填命，而是因龙族业障缠身，并无功德，才要龙族用填海眼的方式获取功德，以抵消海眼中的天地业障。太上老君所言功德，原来是这个意思。怎么回事？此前已有那么多龙族填进海眼，现在加上定海神针，难道功德还不够？那是功德灵珠。长寿，功德灵珠是金蝉。原来先前填海眼的功德被金蝉暗中窃走了部分，功德灵珠已被我击中受损，无法再吸取你们填海眼的功德。看来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长庚道友，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云霄仙子，我已参悟出填补海眼之法，只要有足量功德，就能终结今日大祸。分守各海的三教道友，请速来东海，注入功德，即可平息海眼暴动。大家的功德都快耗尽了，还是不够，怎么办？有劳诸位为我龙族费心至此。龙王，你海眼被破，我敖广身为龙王，担此祈救，所有罪责我一力承担。您得天庭神位，自身业障尽消，已不必再以身填补海眼。既如此，我便献出神位，为族中子民承担宿命。父王，我敖以愿替父献出神位，护佑东海龙族。一枚填海眼，虽是龙族自古必须承担的宿命，但龙族先辈犯下的罪，真的要龙族世代偿还，直到血脉断绝才能还清吗？若天道不管，我该怎么办？剩下的交给吾来做吧。陛下，您功德今生已成，何不调天庭功德？迟疑片刻，便是生灵涂炭。吴昊天既为玉帝，愿为苍生故。
水神大人，那位天将是？他，是玉帝陛下器重的一位将领，名为华傲天。未经道祖应允，私自动用功德金身填海眼，道祖必会降罚于你。师妹，你可还记得道祖将吾等立为天庭帝后那日？吾等从前只是守门童子，哪里做过什么帝后？天庭空空荡荡，吾不知自己该做什么。也不知这玉帝之位具体为何。今日你可明了？玉帝周旋，吾心有恨意。吾天庭之四海，何以被妖天云逆如此凄凉？大能动辄兜转乾坤，吾须去约束；天地与生灵，吾须去掌控。吾之天庭，便是要让强者不可恒强，弱者可安天命。师妹，儿可愿随吾前行？前路漫漫，愿与师兄执手共建。风有徐徐，也有静寂；云有舒卷，也有注寂。既以海眼祸害苍生，吾必当还之以雷霆。昊天，你为了收复龙族，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太子殿下息怒，海眼虽被平息，但龙族死伤惨重，天庭亦有折损。此举仍是我们技高一筹。只是那人已逃至血海，不知是否还会生变。哼，是金蝉觊觎海眼，招致玄都追杀。即使生变，与我妖庭何干？金蝉开启海眼，其罪当诛。若修罗族要做他的帮凶，贫道当以同罪论处。血海不枯，修罗不死，玄都大法师能奈我何？老师，弟子明白了。水火同归元，乾坤引焚逆。不好，金蝉利用修罗族拖住大法师，趁机逃脱了。你回去后继续叮嘱金蝉，这是重通三头猪蛛丝，可以辅助你监视他的行踪。大法师，有位线人能暗中助我们找到金蝉。还真是线人。文静，金蝉可有何异常？他身上的功德之力在急速增加，几乎快要凝成金身。怎么回事？他竟没把功德灵珠上交给西坊教，就自己偷偷用了。不对，西坊教、妖庭、修罗族
都在为金蝉做掩护。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极其隐秘且更为宏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金蝉。西海可有一位三太子？金蝉在找西海三太子，白龙马，加上他自己。西游，一旦金蝉修成金身，转世后的灵童便是取经人。西行之路一起，西方教大兴必成定局。麻烦啦！我填在东海的定海神针，不就是大圣未来的金箍棒吗？怎么封神大劫还没开始，西游就要登场了？难道西方教要提前大兴？道门要提前出局？哎，危险！快离开！文静，文静，能令他如此恐惧，还能瞬间瓦解他全部法力的灵山。金蝉逃去了西方二圣的道场。灵山乃西方二圣清净之地，何人敢来生事？金蝉用元图剑开启东海海眼，玄都大法师祸害无数生灵，何该由贫道斩灭？专题是书，为何阻我？一叶障目，七宝妙术。大法师这么快就杀去了灵山，还和西方教专题圣人的七宝妙术刚起来了。金蝉是西游的关键，西方二圣定会全力保他。哎，太清老爷传消息来了，去灵山杀金蝉，这就是太清圣人的破局之法。硬拼的话，太清圣人息怒，弟子刚修成金仙，金蝉却已是大罗，况且他还有元图剑，背后还有西方教2位圣人。我一个小小金仙，如何当着2个圣人的面杀一个大罗？别说帮到大法师，起码不能给大法师拖后腿啊！哎呀，你这怕啥呀？那金银天天搁外头溜达，搞什么玩意儿普度众生？灵山里也就专提1个圣人，那本塔招你，以后咱就干呗。截图。好深邃的道语，这是瞧真亮了啊！这是咱太清老爷的开天自宝太极图。图老大可是盘古开天神斧的符柄所化，能令地、水、火、风演化万象。图老大最呢，图老大最呢道，图老大最强，图老大牛逼！走，咱去削了那尊体那小混哉，给小玄子出气。啊，用老子等等喽，向下强调。十万火急，开启摇人模式。既来灵山，
远离颠倒妄想，因果可灭。玄都是指离开吧。若弟子拒绝呢？如此，吾便只有待太清师兄度化师之一番了。圣灵亲自出手，玄都，纵使你道境高深又如何？万劫化妙术，庄严明清。一度目不视恶物。耳不闻恶声。他想封闭我的五感。九灵玄三度，口不言恶。大法师，得罪。玄都是指静心无真知，一臂万起，剑气清平。是截教通天教主的清平剑。清平剑至，如通天教主亲临。大法师身处险境，还望诸位出手相助。若与师尊赐下的清平剑相拼，或可助玄都师兄进山一战。西方教将凶手藏在了山里，还敢对玄都师兄动手？赵不明绝不答应！不向灵山讨回公道，我对不住死去的东海龙族。截教敖乙，哪怕血溅于此，也必要替龙族报仇雪恨。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多宝师兄，你我阐结两教，放下过往芥蒂，如何？截教多宝，亲完。金光，是人玄都师兄。阐教广成子，奉师尊元始天尊之盘古幡，问责海眼事宜。人教渡恶，率人教弟子助阵我教玄都大师兄。小叔叔传信说大法师摊上事儿了，大家跟着我一起上。冲啥呀？我们是来凑人数的，真打起来可别犯傻。摇来的人越多，事情闹得越大，胜率越高。人教弟子天庭水神，
领太清圣元，玉帝陛下法旨，前来相助玄都大法师。今日道门三教前辈俱在，我们何不以大义对灵山施压？只要三教一心，便可借道门三圣之威，震慑西坊教圣人。冲啊！给他们看看我们人道的威风！人产劫三教弟子，居然都来了。历来劫难，道门三位师兄皆作壁上观，而今观获西方大兴，他们倒是坐不住了。大家小心！二教主，尊提圣人的法相，这就是圣人的压迫感。二教主，道门欺人太甚，玄都大法师闯我灵山在先，三教弟子大张旗鼓来犯在后。他们这是要联手打压西坊教，扬道门声威啊！此言差矣。玄都师兄前来，是为缉拿与元图剑开启海眼的真凶金蝉。仙子凭何断定元图剑在金蝉手中？又如何证明他开了海眼？你把金蝉交出来，我等搜魂一遍，真相自知。污蔑金蝉的是诸位，自然该由诸位拿出证据。若拿不出，还请二教主为我等做主。好个白莲，他故意偷换概念，把缉拿海眼凶手之事说成是道门挑衅西坊教，就是为了给尊提圣人铺路，让他随时可以弑杀冒犯圣人的三教弟子。大法师，我有一个计划，趁尊提圣人将心神放在此处，我潜入灵山捉出金蝉，请大法师务必吸引住圣人的注意力。捉蝉就捉蝉，躲着干啥呀？没怂呢！小苍，本事嘛没啥，跑得进头来。尊提圣人用法阵遮挡了整座灵山，若强行突破，只怕要惊动他。小事体，屠老大别冲动。太极图的气息。大法师，快掩护我！尊提师叔，我向老师借来一缕太极图威能，可推演出此间真相。究竟是师叔的记名弟子金蝉蓄意谋划海眼劫难，还是我等执意冒犯圣人威严？在吾面前，你当场推算。若算不出来，污蔑金蝉、冒犯灵山的罪名，你一人承担。依太极图推演，的确是元图剑祸乱海眼，但这与小金蝉何干？大法师，你如何能证明操纵元图剑行凶之人是金蝉？尊提圣人，这是要杀杀手！舅舅师叔，咱们不是来凑人数的吗？谁要动手啊？待会儿看我手势行动。小兽兽咬我过来，他自己躲哪去了？气死人！纸人军团入山寻蝉，快！找到了！不好，他的功德金身就要凝成了，必须在瞬息之间斩了金蝉，不给他半点向圣人求援的时机。
你是何人？我乃玄都小法师，奉太清圣人之命来杀你。人叫太清圣人的开天至宝，太极图。太清何时有多了位弟子？瞬移神通，金蝉脱壳，好快！太极图的杀招居然追不上他。哼，太极图虽强，你却太弱，白白浪费了他的威能。一气辟乾坤，混元小世界。凭空划破乾坤，开辟混元小世界，这就是大罗级别的神通吗？开！糟糕，他把太极图隔绝在混元小世界之外，只能靠自己了。在我的混元小世界，阴阳、五行、方位，皆由我来制定。我就是天地，根本无路可逃。必须得破了这个混元小世界。小法师，你的死期到了。72金仙境纸人，出！这些纸人，不对，你不是小法师，你是水神。纸人1队顺时针方向运动，纸人2队逆时针方向运动。升温准备。提速，提到光速，瞄准，撞击。这是什么？分明是纸人对撞，却能在瞬间产生出堪比太阳星的能量。不对，纸人灵爆阵，黑洞。他前辈，护！太阳星在坍塌、爆炸，我的混元小世界要被撕裂了！受伤后，速度变慢了。趁现在，胡老大，
两仪分日月，太极归无极。还没死透，赶紧补刀！灵气宝妙术都到了，也就是说，准提圣人来了。妄造杀孽，扰我灵山清净地，你好大的胆子！玄黄塔，太极图。今日有我玄都小法师在，谁也伤不得敖乙殿下。是他。专题师叔，元图剑残片在此，足以证明金蝉就是操控元图剑引发海眼之乱的罪魁祸首。事关海眼劫难与天下苍生安危，还望圣人严查，切莫被金蝉这个心术不正的鸡鸣弟子所累，污了圣人威名。尊提，你敢当着三教的面杀人灭口吗？大法师，小法师，太清师兄真是收了2个好弟子。我们被圣人的力量逐出了灵山。既是列图生事，吾自当施以惩戒，让他为我西坊教大兴献出法身。今日之因果，随着列图消逝，一并了断。圣人的力量好恐怖！那位玄都小法师真厉害。竟敢打进灵山，落圣人面皮。倒是不知他和玄都师兄有何渊源。崔生死，道友曾说，未成圣者，在圣人面前，终究是蝼蚁。不可大意。道友亦要珍重自身。他认出了我，多亏道友将那金蝉绳之以法，以感激不尽。是我失手，未能彻底斩杀金蝉。圣人神通高深莫测，绝非凭借至宝就可战胜。况且，你已然将金蝉打回原形，击进深陨道消，他即便恢复元气，也要上万年。西坊教想让金蝉转生成取经人，以西游之势大兴西方，只怕也要等万年以后了。文静，潜伏待命。都杀到灵山了，还要潜伏？水神想叫我做什么？这差事越来越刺激。哪怕有功德保持温养，也没有丝毫生气。萧江禅彻底废了，道门这是要毁了我西坊教大兴的机缘。如今道门已至巅峰，往后必是由盛而衰。见证这般强大的道门渐渐淹没于洪荒的尘埃中，
岂非幸事？二师尊，机缘虽散，但因果未定。弟子尚有转圜之法。谛听，谛听，聆听万物心意。主人，找到了。灵山一战虽未能斩杀金蝉，但亦震慑了西方。长庚爱卿辛苦了。此次海眼被破，龙族死伤惨重，终究是小神谋算不足，请陛下降罪。爱卿已尽全力，何必将罪过包揽于自身？若要论罪，此战罪在妖庭余孽祸乱生民，罪在西坊教仗势欺龙，更罪在天庭势单力薄，给不了可用之力。陛下，不久后，吾便会去下界历劫，届时天庭事宜会暂交王母处置。如今天庭刚刚步入正轨，又有妖庭在旁虎视眈眈，陛下此举无疑是将自身与天庭置于险境。小神斗胆，您可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果然，瞒不住爱卿。海眼破开之时，按天道之意，必须由龙族以命去天。哪怕龙族已归顺天庭，却还是得不到天道的垂怜吗？天庭本应顺应天道，但吾以功德金身镇压海眼，违逆天道，自当受到责罚。可陛下此举，庇佑了无数生灵，如何能……这就是天意，这就是天道。连玉帝都无法撼动天道吗？历劫一世，便是100年。陆压早知化傲天乃吾之化身，而且他是妖庭太子，熟悉天道规则，下界之事瞒不过他。100年内，妖庭必有所动，天庭唯有快速壮大，方能震慑群妖，令其不敢再生反叛之心。陛下所言甚是，眼下天庭要强大，就必须先强兵。说得好，今日你我不论君臣，好好聊一聊这强兵之路。昊天私自动用功德金身填补海眼，必会被罚去下界。上次盗走红军蓝武是为保护昊天，而今昊天将暂离天庭，正是妖庭举兵伐天的大好时机。东西何时能练成？尚需100年。100年？那时昊天早已归位。不行，此物关乎伐天大计，必须设法尽快练成。西坊教地藏前来拜会陆压太子。地藏，你怎知我在此地？难不成西坊教一直在跟踪我？贫道在3000世界及5部洲游历多年，自有寻踪之法。殿下，此人应是西坊教结阴圣人最为青睐的那位弟子。据说他为感悟天地、亲近众生，遂踏遍3000世界，游访5大部洲，最终开悟明道，修得无垢道心。西坊教派他过来，只怕所图不小。太子不必如此戒备。贫道此来是为接替金蝉师弟与妖庭商谈合作事宜。
我灵山需要借妖族之名义，以报天庭道门所辱之恨。我与西坊教的合作，并非互帮互助，而是各取所需。要让妖庭冒着被多方势力针对的风险，灵山能给什么？太子记挂的那件东西，贫道有一法，可助其早日炼成。千名巫悄没声的就死了，还啥都没查着。再整下去，咱六道府的巫全没了。你是说找天庭水神？与陛下促膝长谈，总算完善了招兵计划，但高端战力空缺仍是大问题。咱来找长寿，也不好吓着他的同门。头套。乌牛乌马，他们找我干嘛？此事不宜惊扰门内。长寿，你牛哥，嘿嘿，咱这次来是有事相求。六道府有难处，元帅尽管言明。只要力所能及，我定斟酌而为。力所能及后面，不应该是全力以赴吗？是这样的，我们巫族肉身强大，连修罗族的毒都能硬抗，更别说生病了。但最近常有巫莫名死去，蹊跷吧？修罗族一直与巫族打仗，这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所为？你们人教大法师刚虐了那帮杂碎，他们现在还泡在血海养伤。我们本打算乘胜追击，却不想出了这档子事，只能休战。我们此来是请你拜托水神，去跟天道求个情。元帅认为是天道在施罚巫族。这事说起来老尴尬了。巫妖大战时，祖屋共工撞破不周山，致使天柱倾塌，天河之水泛滥成灾，祸及众生。天地间满是散不去的冤魂。我等追随后土娘娘入六道府为巫族赎罪，也不知这些年有没有还清。天道施法，陛下应当知道，但并未听他提及。此事只怕另有蹊跷。不过，六道府的巫实力强悍，若能收编他们，正可弥补天庭高端战力的空缺。两位放心，我这便告知水神，得去六道府走一遭了。做兄弟，转生不避己。六道府欢迎水神。我已切身感受到巫族似火般的热情。这个，我已请教过玉帝陛下，六道府之事，并非天道降下的惩处。不过陛下对巫族颇为关注。命我彻查到底。这回妥了，判官大人从没夸过人，
连夸您城府深沉，诡计多端。我说的是，水神足智多谋，动手前就胸有成竹。请。那桥也有误出事了，快！如水神所见，这便是巫族现在的情况。看来，乌牛乌马先前都是强作幻想。巫族的情况实在是不容乐观，没有外伤，也并非病症，这些都是突然就死了吗？我们排查许久，未发现异样，这才将其归于天罚。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最先出问题的是哪些巫？约有月余。最初只是些寿元将尽的巫，但后面死的远未到人书生死簿中记载的寿数。此事确实透着诡异，眼下只能一个个排查了。诸位，请检查一下六道府的水源、食物以及制衣材料，可有投毒迹象？出问题的是整个六道府，要覆盖如此大的范围，只有阵法。六道府内可有阵法痕迹？可否带我去看一下那些巫的死亡地点？这些路线看着并无规律。这里怎么会有精魄？阵法确实不在六道府内，而是在外面。那些巫的精魄经由地脉，被阵法吸到了别处。我进去探查，这里便交由各位了。已遵照您的吩咐，在地脉设下诸多禁制，严防外敌闯入。这条地脉是唯一一条连通六道府所有地脉的主干，巫族精魄也都归于此脉。沿着它搜寻，定能找到问题根源。地脉中怎么有一股奇怪的道韵？这里被改动过，似是接续了一段新的地脉。这是引导神识探查的禁制，方才那股道韵是故意放出去的。五行之力，用不了五行遁法。地脉是唯一的线索，无论如何，必须在它消失前到达终点。竟又接续了这么多地脉，如此大的工程量，足以证明此事非同小可。
找到了，这么多巫族精魄，幕后黑手究竟想要干什么？啊！神识被隔绝在外，看不到阵内，如此，便只能借太极图一关了。 这是陆压的地盘，用巫族精魄熔炼，速度比以往快了数倍，距离成剑还需数倍。有噬天剑在手，便可无惧天道之力，破开天庭各大天门，杀入凌霄宝殿。 水神来了！陆压在此处搜集了大量巫族精魄，还派这么多妖兵镇守，到底在谋划什么？要找回六道府巫族的精魄。 我必须进去一探究竟。殿下来讯，谨防有人擅闯大阵，都给我警醒点儿。是，是。粗略估计有10万之数。看来上回我端掉磁铁城边境后，陆压反听的贼心不死，便在这里重新整治妖兵。只是这与巫族有何关系？水神已进入妖生山。哦，我这坐骑唤作谛听，可探查万物心声。 包括太子你。水神潜入妖生山，且不说山外大阵何等精妙，以我的神识也未能察觉，他怎可能探查？水神潜入妖生山，且不说山外大阵何等精妙，以我的神识也未能察觉，他怎可能探查到？谛听既有如此神通，为何不早些告知？ 弟子，你故意将水神放入妖生山，这就是你们西坊教的诚意，竟从一开始就在探听我的心声。好一个谛听，好一个地藏！若非眼下是炼制噬天剑的紧要关头，真想除之这个祸害。承蒙您看得起，竟然对贫道这坐骑起了杀心。谛听探查万物心声。 不过是为了防护妖生山，这期间虽说不慎听见了太子的心声，但说到底，也是在帮您呢。若您有办法屏蔽谛听的探查神通，那自是两全其美；若没有，恐怕还得委屈您一下了。主人，太子。 水神已到祭坛外。殿下，我等特来回禀巡查情况。
炼剑精魄，这里是个祭坛。陆牙通过地脉吸收了大量巫族精魄，并将其献祭，用以炼制这把充满阴煞之气的凶剑。他为什么要炼这把剑？难道是为了对付天庭？陆阳，他竟然在这儿！被发现了！什么时候？地底深处还有纸人。不好！没道理呀！陆压的神识再强，也不可能找出纸人所有的藏身处。他怎么舍得？神识搜捕、视觉洞穿，还是听觉探查？陆压旁边的一人一狗，看着装颇具西方教风格，莫非是京城的妓女？西方教派来与陆压接洽的？西方教听觉探查，难道？糟了！不能多想，不能多想，不能多想！太清圣人的道场斗帅宫，一定能避开这探听神通。大法师，救救我啊！地藏，我这就用太极图推演一番。此人是西房二圣最为看重的弟子，如今已迈入准圣境，刚从外游历归来。他有一坐骑，名唤谛听，可探听洪荒生灵之心声和对话。果然是他们！一想到西方教有善探听者，我便立时想到谛听。此兽的探听神通极其厉害，《西游记》中他就曾凭此神通辨别真假猴王，也难怪我的纸人竟受暴露了。大法师，谛听的探听神通可有办法应对？他头上的那只角，应是其施展神通的关键。角？难道是类似于信号发射器一类的东西？我有办法炼制法宝对付谛听，只不过渡仙门内恐怕不太安全。你小子，不就是想在兜帅宫炼法宝吗？放心吧，老师此前已叮嘱过我，你若想用紫金八卦炉，尽管用便是。传闻除太清圣人外，只有大法师用过紫金八卦炉，太清圣人竟答应给我用。我原本只想留在兜帅宫躲避谛听探查，没想到太清圣人竟然那么大方。不止如此，太清圣人将紫金八卦炉借给我，代表了他对陆压炼剑之事颇为重视。看来此事不仅仅是涉及巫妖两族恩怨那么简单，背后恐怕另有隐情。谢太清圣人，谢大法师。竟然跑去了兜帅宫！太子殿下，此事若惊动太清圣人，洪荒诸事瞒不过圣人。之所以未及时出手，
或是心中另有计较，或是不便亲自出手。水神既然求助兜率宫，太清圣人必会提供不小的帮助。终究并非圣人直接出手，也许这便是可乘之机。太子放心，贫道还有一计，可助太子加速炼制噬天剑。倘若我打造出屏蔽探听心声的心声屏蔽仪，能否对付电听？师兄，不好了！症状和六道府巫族一模一样，怎么连熊灵力也……熊寨怎么也出事了？陆压不是只吸取了巫的精魄吗？为什么连熊寨也……他身上怎么有巫的气息？我懂了，怪不得熊寨寨民和熊灵力的身形如此伟岸，因为他们是巫和人的混血后裔，体内有巫的血脉。兜率宫中异草连木，尽都内源无穷。地藏和地庭应该是强化了祭坛，通过地脉吸取了更多精魄。再这样下去，不止六道府，整个熊寨乃至熊灵力都会有灭顶之灾。要阻止陆压炼剑，拯救巫族，必须先尽快打造出心声屏蔽仪。否则我的每一步将被陆压知晓，那就永远失去了获胜的可能。成功了！心声屏蔽仪能够阻止别人探听的法宝。殿下，谛听已经很久未听到水神的心声，看来他是躲在兜率宫内，不敢外出了。哼，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综合小指人的监视，陆压与地藏地听目前应该是分头行动。陆压专心在祭坛炼剑，而洪荒各处出现的大量祭坛，应是地藏和地听的手笔。熊寨死伤的家具也与此有关。眼下重点仍然是阻止陆压炼剑。陆压现在半步不离祭坛，我不可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动手脚。水神有动静了，他已前往六道府和天庭整治军队，准备兵发妖生山。传音给陆压，妖族陆压竟用我巫族精魄炼制凶剑，以头歹毒。实不相瞒，此前我为探查巫族精魄，也是潜入此山，也不知那陆压用了什么法子，我竟屡屡被他发现，暗中潜入不行，就只能强攻入此山后再夺剑了。今日仰仗诸位。水神尽管放心，我族目前可用的兵力虽不多，
但他们都是参与过巫妖大战的远古战士，实力不容小觑。趁我等还未受到陆压炼剑的影响，愿立即举兵，随您攻入山区。教主哥哥，敖乙也愿往。水神大人，殿中也愿听令。好，今夜子时攻山。是。今夜子时攻山。殿下，水神这是走投无路，要明抢了。妖生山内兵力充足，我陆压何惧不战？这么久没听见水神心声，这下却突然要攻妖生山，谛听，你不觉得奇怪吗？主人，谛听不可能听错。如果他故意让你听错了，攻山在即，这大阵却是个麻烦。有敖乙在场，倘若我用太极图，恐怕会有掉马甲的风险。毕竟太极图和玄黄塔是玄都小法师的标配。此山外大阵十分精妙，难以攻破。我有一计。大家都打起精神来，马上就要回山了，不能懈怠。什么人？世间竟有如此出尘绝艳之女子！乐儿，莫要任性，随我回天庭复命。我的姻缘，我自己做主，我才不回去。这可由不得你。仙子莫怕，我看仙子浑身是伤，不如去我洞府休息。多谢。哼，敖乙兄，记住，现在我们是兄妹，你叫柯乐儿，我是你的哥哥，名叫……得取个姓柯的名字，最好能响亮点儿。柯什么呢？柯有了，江南七怪之首。我叫柯震恶。届时我与你配合，你伺机接近妖兵。众军听令，等他开阵，随时准备攻山。是。
无影寒水。以为靠使美人计就可以偷袭妖生山？柯镇恶，或者我该叫你水神？教主哥哥，他是怎么知道我们计划的？主人，你之前说进攻妖生山是水神故意误导我的，可是妖生山现在真的打起来了。他不可能毫无准备来攻山，只怕其中还有别的手段。我已经感受到了浑厚的盘古之力，噬天劫很快就要练成了。有了它，定能助太子攻破各大天门，重建妖庭。恭喜长老！巫族乃盘古尸身所化，路亚通过性劫巫族精魄炼噬天劫，是想借盘古之力对抗由天道之力所庇佑的各大天门。那些是巫族的。帝庭很快就会察觉此处的异样，我必须抓紧时间。此剑关乎天庭，我不仅要人手一剑，更要将其夺回。不好！大前辈救我！放心，他来了。哎呦我去！哎呀，这斩仙飞刀明明是后天炼制的。这咋拿得怪疼呢？哎呀！好你个水神，早就想办法躲过了帝厅的探听神通。六阳攻妖生山引我外出，在4级潜伏到处偷剑，当真是好计谋。一面设法躲避我的探听神通，一面又透假消息给我们。主人，这水神的心眼子跟你一样多。不，他比你多。能遇上这么一个对手，倒也是一桩幸事。太阳真言，太子，您先设法夺回噬天剑，贫道在此处重建祭坛，等您会合。这个西方教，关键时候一点用都没有。主人，你是让路亚自求多福吗？妖庭与西方教并非互帮互助，而是各取所需。这可是路亚亲口说的。
眼下陆压症势在必得，情况危急，诸位立即带兵撤出妖神山。这时候撤？我们才刚打了没多久啊！众天兵听令，撤！要不要搭个云？天庭和巫族联手也不过如此，快追！所有人已经安全撤离。水神，你根本逃不掉。人灵报阵，核爆！起！不好！大前辈，太阳星，纸人怎么能达到这种威力？上次杀金蝉后，我将纸人灵爆阵进一步改良。将自爆纸人通过高强度压缩的方式挤压进球中，以达到更强的挤压爆破效果。知情攻入此山后，我便立刻安排了大量小纸人在山内埋下灵爆阵，看起来效果还不错。若能灭妖生山内10万妖兵，必能保天庭百年安稳。祭坛被毁后，噬天境上的妖族禁制已破，其内金魄撑不了多久，得赶紧将他们送去转生。五行运生，聚灵合一。不行。这些金魄承受不了聚灵阵的法力波动。六道府诸位，还请通过回魂脚将这些金魄捞回，送往六道转生盘。快停手！师神，这些金魄太虚弱了。聚魂所处之则散，怎么办？对了，还有酝酿金魄的丹药，还是不行。莫非这一次我要失信于巫族？不，一定有办法的。这些金魄太过脆弱，什么东西不会影响到他们？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弟子明白了，
谢太清圣人传水德之道，虽无法离开水的庇护，但金火未灭，尚有转生之机。妖族战败必会退离，此地终会成为人族地盘。我再为你们加一道天道之力，应该能安稳不少。天庭水神长庚以神权宝器为证，订立此地规则。今后有饮下此地之水者，则受益精魄，孕育为婴孩，并得天庭庇佑，无病无灾，安度一生。这次行动不仅粉碎了妖庭的算计，还能拉一波巫族的好感，顺便收获了一笔不菲的功德。主人，现在的结局是你想要的吗？陆压得胜，与我较有利；陆压落败，我较亦得利。陆压能在洪荒潜藏这么多年，其后必有圣人相护。也许我们可借机一探究竟。陆压太子，你既已离开圣母宫，私逃回五步洲，便是无意再受圣母娘娘庇护，如今又为何回来？请仙子代我向娘娘解释。陆压深感昔日恩情，若非娘娘出手，我早已亡于巫族大义剑下。只是陆压身负妖庭大业，不敢苟且偷生，唯有拼死一搏，也为妖庭移民之志。圣母娘娘有言，太子一日不放下过往，她一日不再见你。太子，请回吧。巫族射杀我兄弟，逼死我父母，我向他们报仇，有错吗？那天庭水神灭我妖生山10万妖兵，我妖族难道天地不容？该当此决。求娘娘为我，为妖族指条明路。唉，圣母娘娘，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陆压，吾受故人之托，照拂于你，这是最后一次。主人，陆压为何要用装可怜的手段？哼，手段罢了，能达成目的便是好算计。主动示弱，就可唤醒圣母女娲的故人之情，还可借圣母之手铲除水神，何乐而不为？天庭重地，仙子止步。留个联系方式啊。我乃圣母宫上仙，奉圣母女娲法旨，请水神过去商议妖生山之事。上仙，这边请。完了完了，圣母女娲可是出身妖族。大舅哥，水神刚在妖石山阴了妖族一棒，圣母不会是来找水神算账吧？得派人报个信。长庚爱卿此番大胜，不仅得巫族之心，未来可将巫族纳入强兵计划，更重创10万妖兵，
令妖庭余孽一蹶不振。而今，吾方能安心下界历劫。报！圣母传来旨意，命水神前往圣母宫商谈妖生山事宜。女娲师姐早已得到超脱，素来隐居天外，竟指明要找长庚爱卿，恐怕来者不善啊。圣母要见的是你，也来找我作甚？弟子近来读史书时有些疑惑。史书中记载，巫妖大战时期，妖族常有屠戮人族之事。那时圣母该何其为难？一方是亲手造化的人族，一方又是自身本族。我猜你真正想问的是人族与妖族起冲突时，圣母会偏帮何方吧？果然瞒不过大法师。圣母乃是六圣中与天道关联最深的圣人，从不插手世间族群纷争。你呀，莫要胡乱揣摩圣人心意。也就是说，以往圣母既不帮人族，也不帮妖族，那她现在为妖生山之事下场，明显是要为陆压出头。陆压定对圣母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能与他匹敌的唯有……啊，大法师，您是圣母亲手捏的第一批人族吧？不错。大法师许久不见圣母，一定很想念吧？不如……玄都师兄当真对水神在意的紧呢，连圣母娘娘召见他，师兄也要亲自护送。我多年未曾去圣母宫中拜见，这次刚好有机会，便一同去了。飞离五步洲这么远，横渡天外虚空还是第一次。但即便跃出洪荒这片天元地方的乾坤，仍然能感受到浩瀚的天道之力，在维持着天外虚空的秩序。前方便是圣母宫。启禀圣母娘娘，水神已带到，玄都师兄也跟来了。玄都去别处玩耍，吾只见水神一人。玩耍？只见我？圣母这是几个意思？有什么话题不能当着大法师的面聊吗？长寿小心，宫殿内有陆压的气息，我会在暗处为你护法。切记，勿要冲撞圣母。玄都大法师的面子也不顶用了。圣母竟如此袒护陆压，难不成真的要在这圣母宫里对我下杀手？瞬间充满了整座宫殿。这个女子就是圣母女娲。娘娘，灭杀10万妖兵的柯镇恶，就是这个天庭水神的化身。破我妖生山大阵的，就是他妹妹柯乐儿，
请娘娘为妖族做主。各族消长自有定数，人妖之争自有定理，不必多提。陆压，退下吧。圣母表面阻止陆压问罪天庭，但其实也在阻止天庭问罪陆压。见过圣母。水神不必多礼。柯镇恶的妹妹不应叫韩小莹，为何会是柯乐儿？得取个姓柯的名字，柯什么呢？有了，江南七怪之首，韩小莹，《射雕英雄传》里柯镇恶的义妹。但问题是，韩小莹这名字怎么从圣母口里蹦出来了？很多蓝星人都不一定知道吧？自我意外脱离蓝星所在的世界，误入这个由洪荒神话所构建的世界，我曾试图探索两个世界之间的关联，找寻重返蓝星的办法，却一无所获。为什么神话世界里的女王竟会知道与她毫无关联的蓝星世界里一本武侠小说里的角色名字？不对，只怕圣母是在试探我。科勒尔乃是敖乙将军给自己所取的化名，小神为与他配合，达成卧龙凤雏之计，故而取名柯镇恶。意为震慑恶煞。至于韩小莹，小神从未听过此人。卧龙凤雏这种蓝星人才懂的梗，圣母会察觉吗？未曾听过，只是巧合吗？没有反应。他是蓝星人的概率极低，但知道韩小莹，说明他必定接触过蓝星文化。是他曾经去过蓝星世界，还是他认识另一个蓝星人？他又为何要试探我？一，确认我来自蓝星，然后杀了我，防止蓝星的秘密被更多人知道。二，确认我来自蓝星后和我结盟，确保我能为他所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论是哪一种，都会给我招致灾祸。保险起见，绝对不能承认我是蓝星人。圣母至宝红绣球，他用此宝引来天道之力，要推演我的过往。一股极其强大的威能，将太极图镇压。比六圣之首太星更强的，只有道祖了。老师，道祖也希望圣母查我吗？还是说，道祖也想确定我的身份？抓到你了，
被掀翻了！救命！我不会为难你。你的经历虽然特殊，但能修成金仙，证明道祖与天道已经认可了你的存在。况且，无知故人也是如你这般的变数。圣母的故人和我一样来自蓝星，早在我之前就有蓝星前辈进入这个神话世界了。他会是谁？如今又去了何处？其他几位圣人也认识他吗？圣母，您的故人……水神如此聪明伶俐，大可自己去猜。这是他指点我捏泥人时所唱的歌。可惜，你不是他。指点女娲去造人，那位蓝星前辈的行事这么浪漫，干脆叫他浪前辈算了。圣母找我就是想印证我是不是浪前辈，连圣母也寻不到，莫非浪前辈已遇难，还是化成了其他模样在躲着圣母？浪前辈如此张扬，天道、道祖和圣人们都有可能知晓蓝星的事，或者浪前辈就藏在他们之中。我的蓝星身份可能早就暴露，甚至已经被利用。苍天呐，事情越来越复杂了。若圣母想要寻找故人，小神可奏请玉帝陛下，天庭众神定竭力相助。不急，你今日欺瞒我，要想不追究你的罪过，需为吾完成一件要事。果然来了，确认我是蓝星人后，圣母要发布秘密任务。《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小李飞剑》《明教教主张有基》，这不是漫画书《快乐水》？这些画册我已翻阅了数万年，可惜作画的故人不在，我始终看不到结尾。待水神为所有画册续完结局，便可离开。冷前辈把宅文化也传给圣母了。你与圣母谈得如何？总算是保住了小命，还莫名其妙画了几万页漫画，几万页啊！宅区圣人真的太可怕了，那位浪前辈实在太浪了。是我执着了，他不可能是你。圣母是在拜师道祖后才造化出人族，那时与圣母密切交往的大能，有他的老师道祖红军和他的师兄道门三圣。那位故人，莫非就在这四位之中？道门三圣里，明面上最像浪前辈的就是太清圣人。他知晓未来文道人的反叛，知晓封神大劫乃至西游，而且他还将玄黄塔太极图放入我心神之中，既是保护，也是监视。
恐怕他早已看破我是蓝星人。劫难将至，生机在天。难道他当初召我入兜帅宫，就是想利用我的蓝星记忆来办事？至于圣母的老师道祖红军，他的确有资本指点圣母去扫人，而且世间兴衰，各行其路。路亚，勿要强逆天命。路亚洗杀玉帝时，道祖虽出言劝阻，却未曾追究罪责，似有维护之意。道祖也希望圣母查我吗？还是说，道祖也想确定我的身份？若道祖是浪前辈，他试探出我的身份后，为何迟迟没有后续行动？你的经历虽然特殊，但能修成金仙，证明道祖与天道已经认可了你的存在。若道祖不是浪前辈，他允许我这个蓝星人在洪荒行走，是源于对生灵的悲悯之心，还是另有目的？稳健起见，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保命之道。眼下娘娘严令我不可再与天庭作对，既不能走明路，那便施以暗计。听殿下的意思，妖庭与我西坊教还有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若水神已从圣母宫归来，还请速往天庭，陛下有要事相商。长庚爱卿，此次女娲师姐召你前去圣母宫，可有为妖生山一事责怪于你？圣母深明大义，非但没有怪罪小神，反而对小神多加勉励。有女娲师姐约束，路亚应当会有所收敛。吾也可安心下界历劫。天庭不可无人坐镇，小神斗胆。敢问陛下打算如何安排天庭事宜？吾此番将以神魂下凡，天庭诸事交由王母决断。长庚与木工从旁辅佐，龙吉就跟随两位爱卿多多学习取经。吾还留下一件天道法器，若妖庭生乱，王母可权宜动用。稍后便由吾与水神、龙吉一道护送陛下神魂前往六道府。陛下此前已有收复六道府之意，吾也可趁此番契机为陛下探查六道府内详情。凌霄宝殿受天道之力庇佑，谛听无从探知此间之事。加之我已将新生屏蔽仪改造升级为范围项目，进入六道府后也能有所保障。昊天下凡历劫之日就在今天，你如何得知？西坊教广结善缘，自然有得道仙人知恩图报。贫道深知妖生山一战中，殿下因贫道未能及时出手应对水神的灵暴大阵，而对贫道颇有微词，故贫道得此消息，特来将功补过。将功补过？众生由六道府牵绊，入转生盘转世，谁都不能例外。不若我们趁此机会，让玉帝折损于历劫，永世不得归位。你想打六道转生盘的主意？不错，只是转生盘为后土肉身所化，唯有血海那朵可凭业火之力焚杀万物的12品业火红莲之莲子能够对付。贫道不才，还请殿下出手。请我出手，还是又想诓骗我为你西坊教做嫁衣？殿下这是何意？地藏，你真以为我没发现妖生山祭坛上你暗中昧了什么吗？先私扣巫族魂魄，才设计六道转生盘。
你们西坊教所图不小啊！殿下这话，贫道着实惶恐。不必装傻，既是将功补过，就该拿出点诚意来。莲子我可以给你，但这回我妖庭不会出一兵一卒。说你和你这只红毛狗再不能成事，别怪我翻脸无情。主人高明，假意向陆牙低头，实则借陆牙之名行自己的算计。陆牙确实警惕，也有几分聪明，能觉察到我西方大计，但他绝不会想到，有劳判官为此神魂牵判。这就是天地人三书中的人说生死簿。据说生死簿记载众生生卒年月时辰，一旦命格敲定，大罗金仙也无法逃脱。我总算见到真容。此神魂已由天道判罚，可直接引忘忧汤，过奈桥，入六道转生盘。我领诸位前去。这就是大德后土肉身化作的六道转生盘吗？盘古劈开混沌，天地阴阳初分，往后世间皆循此理。12族由盘古肉身演化，后土娘娘遵盘古遗志，神化转生盘时取男女阴阳，化生万物之意，故变作了如此模样。大德后土果如传闻那般，大德慈悲，仁爱无疆。历劫转世，不得入天道，但也该入人道才对，怎会是畜生道？这明明该是人道，转生盘竟出了差错。转生盘有异，娘娘小心！神魂与父亲的神魂一并被六道转生盘射进去了。母亲，一下得罪3个天庭大佬，咱这是要宣战！这可是天庭全神祖三思啊！祖？莫非早已化身六道转生盘的大德后土，还能与外界沟通？龙吉殿下，你先带娘娘离开。六道府此举是要与天庭为敌，吾族对天庭感激还来不及，怎会有敌对之意？妈说的没错，后土娘娘是我们巫族最温柔的族，这肯定是误会。送你进畜生道，陪他们如何？你想做鸡鸭鱼，还是猪牛羊？
烤起来老香了。态度转变如此大，可与六道转生盘上的阴暖浑浊之气有关。塔前辈，这不是神通，也不是法术，因果循环，自然界道。鸡在天，负面情绪在被放大。稳住！生来往，莫管闲。这气息是后土。你为何还不跪拜？我们巫族最温柔的族。天庭水神见过。你不愿意，那就烤了吧。画风突变呐！这孩子地里待的脾咋变这么差呢？吾乃大殿之主，妖庭怎敢反吾？灭掉可恶的妖！我明白了。哼，把妖魂全投入幽冥道，让他们永受折磨。此举若成，六道转生盘会有崩坏之嫌，陛下和娘娘的神魂必会受累。前辈，不经人书生死簿直接审判，会扰乱转生之路，且此举违逆天道，巫族必遭天罚。干我何事？在巫妖大战那段漫长的岁月中，天地之间漂浮着一批无法转生，只能等精魄之力散去后彻底消亡的幽魂。为偿还巫族各部在大战中犯下的杀孽，我们的祖后土娘娘以身化作六道转生盘。自此，众生精魄有了可归之处，但祖自己却永远留在了这洪荒大地的深处。哼，把妖魂全投入幽冥道！不经人书生死簿直接审判，会扰乱转生之路，且此举违逆天道，巫族必遭天罚。干我何事？什么人？你可恶！放开我！你被众生所害，如今你还要护着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小子，给我等着，早晚弄死你！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六道府大乱，陛下和娘娘被困六道转生盘，必须上报。两位师叔虽被困在转生盘内，但尚能抵挡六道之力，暂时无碍。那就好。若想助陛下和娘娘离开六道转生盘，必须查清今日异变的根源。老师曾说，在巫族12祖巫中，对盘古神之道领悟最深的便是大德后土，但他所画的六道转生盘并不完整，具体弊端是何，或许得向另一位圣人请教。
这件事我确实知道。毕竟上古时，我与后土也算有些交集。上次差点把我牢底掀翻，这次务必小心。还请圣母解惑。哼，你见到的是后土，也非后土。你当知，世间万物若开灵智，便有七情。他们转生之时，哪怕饮下忘忧汤，没了记忆，仍会保留一丝微弱的情绪。莫非这些残存的情绪会被后土前辈所感知？不错，生灵之七情，或喜，或怒，或哀，或惧，或爱，或恶，或欲。日积月累之下，后土的七情之念外溢，六道转生盘便走出一具化身，它承载着七情之爱。这是人格分裂啊！而且各人格还有情绪传染之能。哼。随后又出现了七情之欲和恶，为维持六道转生盘的稳定，后土只能将其封印。此番脱困，应是大德后土出手。只是，既已封印，为何又演化出了七情之怒？众生魂魄不断转生，七情之念只会不断增强，封印镇不住是迟早的事。倘若七情具现，该当如何？全部抹杀。主人，后土七情真的不该存在吗？你已听到巫族心声，自当明白，如此方能杜绝寻思之弊端，让生灵转生更加公允。后土娘娘可是大善巫啊！安静，这一次我倒要看看水神如何应对。可后土前辈会彻底沦为天道法器？这是保护生灵转生不受影响最有效的办法。但你与我们不同，或许你能帮他。你若能想出办法帮后土度过这次危机，天道定会给你降下大笔功德。这是在暗示道祖默许我相助后土。稳妥起见，得拉上大法师一起干，然后再多请些道门高手来助阵，实力强的高手，道心稳的高手，不为七情所扰的高手，还有，齐了，出发！大德后土曾封印过七情化身，眼下唯有进入六道转生盘，找他问出封印之法。放心，包在我们身上。多宝师弟莫不是忘了，来的可不止你们截教。原以为有上次在灵山的合作，产劫关系会有所缓和，结果七情化身为保全自己，必会趁机阻拦，到时还望诸位前辈出手相助。长庚道友，六道转生盘是大德后土以自身所创的转生大道为根基，构建出的独立于洪荒的小世界。化身进入其中，便会与本体直接失去感应。哎，小子，这次你可用不了化身了。让本体进入一个未知的、陌生的、绝对封闭的空间，太稳健了。来了，做好战斗准备，七情之哀现身了。
一身污业，就险些让我道心失和。好在大家足够坚韧。贫道想起我龙族昔日惨状，这泪实在忍不住呀。我们也撑不住了。阵亡加3。你们先退后，与哀拉开距离。哀的情绪感染力虽强，但看着似乎并无攻击性。能否请前辈挪一下，让我等去救大德后土？天帝亦是囚笼，他活着就要继续受苦，悲伤那么大，救又有何意义？寻宝有什么可快乐的？贫道也不太行。我也是。阵亡再加3。好在云霄仙子情绪尚算稳定。前辈执意不动，我等只能将您抬走了。你们在意的，终究只是他，谁在意我呢？我拥有的只有泪。前辈，你与大德后土本就互为一体，救他其实意在救您，得罪了。不，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不要！说救我，又把我关了起来，这悲凉的世界呀！唉，吃饱喝足，就静静地等着毁灭吧。云霄仙子的道心果然够稳。仙子，我最近劳心劳力，肩颈酸痛，你看能不能帮我按摩下？我这是在说什么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早说过，靠哭哭啼啼可搞不定。不过也好，毕竟欲望是难以抑制的，努力一把，才知道什么是绝望。七情之欲。不过，普通生灵确实难抵挡欲望，但我身边这位可是道门大师兄。那个长庚啊，后面先交给你了，唯美梦与安眠不可辜负。别睡呀，起来打怪呀，大法师！您的欲望就只是睡觉吗？没点别的追求吗？我很好奇，你的欲望是什么？你小子今天怎么回事啊？吃错药了？怎么不躲啊？老师早已知道了你的事情，便亲自出手为你遮掩。我便说服老师收你入兜率宫。长庚道友真是洒脱不羁，正说这话，怎么突然躺下了？找到了。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啊！你一个几百岁的小娃娃，权力、法术、神通什么的不想要，
却渴望追求一个吻。前辈，晚辈的欲望您看也看了，不如挪个地方，让晚辈见见大德厚土。放心，七情化身交给我们，一切小心。果然，金魄入转生盘会被引去六道大门，而本体则会去往后土的神石之海。你来了。那应是现世的七情之力吧？前辈早知晚辈会来，这是人教对我的许诺。如今七情脱离封印，一切正到了应验之时。前辈，晚辈要如何做才能助您镇压七情化身？此物生于不周山，乃先天灵根之一，可用来封印七情化身。这是先天10大灵根之首的葫芦藤，据说此藤共结下7个葫芦，每一个都是先天灵宝，而且还成为了圣人的随身之物，其中就有用来收孙大圣的紫金红葫芦。先前灵藤不知何故突然枯竭，致使七情化身从封印脱出。偏偏赶在玉帝转生之时，我以清净元神之力将此修复，或可助你们封印七情化身。晚辈定不负前辈所托，只是七情化身如此厉害，晚辈应当如何应对？稍后你们可进入我的元神查看，你需在那里设法均衡七情化身之力，并用灵藤将他们收束。你们进入我元神之事，必定瞒不过他们，务必小心。晚辈明白。若不能封印七情化身，6道转生盘将会受损，世间亡者将再也无法安息。一切都交给你们了。大娃头，你再睡觉儿都没得喽。怎么这么吵啊？这什么情况？长寿？诸位，咱们此处乃大德厚土的元神之所。按大德厚土的指引，我们需要均衡七情化身之力，才能将他们彻底封印。请问您是？贫道乃阐教玉鼎真人，是广成子师兄请我来帮忙的。玉鼎真人，不就是劈山那位杨二郎之师？广成子竟然将这位大老爷请来了，甚好甚好。此时七情之力中，恶最强，小哀、欲、怒次之，其后是惧，最后是爱与喜。我们要做的是分头行动，弱化恶、哀、欲这3个化身的同时，维持怒惧的现状，并强化爱喜这2个化身。当这灵堂上的7颗珠子同时亮起，便代表七情化身已被封印。今日仰仗诸位了。
天地运转，冥冥中自有定数。修仙之人，真能摆脱命运的掌控吗？吾辈炼气时，便如同这漫天狂沙一般，随风而逝。唯有以坚韧之心，悟天地之道，方可超脱一切。就在这里开始吧。非要在这里奚落我一个伤心人吗？你们有你们的快乐，我有我的伤悲，你们就不可以换个地方笑吗？喂，你说我们要怎么对付喜爱这两个七情化身啊？那还不简单？抓起来狠狠揍一顿就行了。看，在那里。小姐姐，你们是来找我们的吗？你们跟我们一样是双生。来，姐姐跟我们一起玩耍吧。这也太可笑了吧！是啊，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来着？不妙啊！这喜之化身根本没我们想的那么弱。互相理解有必要吗？真的有人想要去理解对方吗？不过是为了得到回应，才去假装做出一副理解别人的模样吧？不累吗？你此前说过，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生灵对外界的感知，一切都不存在任何意义。但这些意义又是谁在定义呢？是你吗？你不就是真实存在的吗？可我的存在是需要被抹除的，依然是虚假的，不能让我就这样消失吗？对你自身而言，或许没有意义，但对于需要你们相助的人，很有意义。一直躲在这里不敢走出去，怕伤害到别人的你，与那个背负了一切苦难，还想着去帮助旁人的他，终究只是同一个生灵罢了，一样的温柔啊。我能帮上他什么？我只是一个只知道悲伤和绝望的废物罢了。情绪稳定如仙子，也开始受到哀之化身的影响。不愧是七情中排名第2的小哀。再这样下去，不要说救大德后土，我们本身就要永远陷在这场哀伤的风暴中了。来了。师弟，我们得想办法激怒他。师弟，唉，这个化身也太弱了，要不咱们放了他吧？欺负这种小不点儿也没意思。你说谁？是小不点！别自卑，相信自己，你会变强的，慢慢来嘛，相信我。荒芜师弟平时沉默寡言，没想到一开口竟然是这样的人。
手，你别光看着呀！哎呀，我这张老脸呐，不要也罢。好可爱呀！既然喜那么强，我们就让他喜极而泣，乐极生悲。水神老弟说的对，这个最好对付。你渴望什么？玉之化身变化万千，对于不同炼器师而言，它可以很强，也可以很弱。它会主动撩拨你我心底的渴望，只要被它所趁，道心就会走火入魔。哼，我刚好带着一些让道心宁静的法器，各位若是在交手时被玉之化身影响到，可以拿出来看看。你莫非在见我姐姐前，多看一眼自己这些大作？这不过是防身之用，我又何须防备云霄仙子？水神小友能常人之所不能，非常人矣。多亏有此物在。道友，还请过我这关。就凭你？自在化生，方正圆融。你竟能挡我！七情拆解，无非心意；六欲所指，皆由心生。这口鼎便是贫道的道心。有了，来，你我做个简单的游戏，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这是我的一份快乐，你也拿出自己同等的悲伤出来。
你说这里面是愉悦还是悲伤？都不是，是情绪的混沌。混沌生阴阳，所以就有5成可能是悲伤，5成可能是愉悦，对吗？似乎是这样。那假如这块黑布你一直不去掀开，悲伤和愉悦可以算是同时存在的，对吗？也可以这么说。所以在此刻，悲伤和愉悦已经叠加在了一起。那你向前看，下一刻、下一个时辰，或者更远了，那里的情绪是不是也是5成可能是悲伤，5成可能是愉悦？不，你说的这些都是歪理，我根本活不到那么远。那你说，这里面一定是悲伤吗？悲伤并不是你存在的意义，感受生灵的悲伤才是。感谢蓝星大佬薛定谔提供的理论支持。七情中喜、爱、怒、惧、欲，5情力倾向稳定。小阿也即将被我说服，接下来就差大法师那边了。长寿，看样子我可能要费点劲儿了。得抓紧时间了。玉帝死刑若不能下凡历劫，便无法顺利归位。天庭危矣。还以为你们去做什么了，竟然是去喊帮手，我就先杀了你。道友，我们不如玩一个把戏。你看，我拿出一部分善念，你拿出同等的恶念，让他们……谁跟你玩把戏？来吧，给我一点你的恶念，我给你演示一个很有深度的把戏，一点就够了。配合下嘛，真的很有趣。滚！
现在只差哀之化身，或许我可以设法逗他开心，进一步弱化哀伤的情绪。推不掉了。真的是愉悦呀！虽然知道你们不是为了我，但我还是因你们产生了点不该有的念想。只是既然最后都是虚假，为何要有开始呢？我怎么这么悲惨？贫道号长庚，人教弟子，天庭水神，能与你相识，引为道友，共成今日之事，相助大德后土，三生有幸，不胜荣焉。我是众生赋予后土的哀情，我既是后土。你们俩等着，以后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大姐姐，谢谢。保重。放开我！你这怪物！多有得罪。你等着，等我有机会，定要把你头发剃光，头上刻个绿毛龟。后土之德，天地共鉴，请后土娘娘归位。大德后土，务实传声，终生感业，永世不绝。若前辈担忧七情再度生乱，晚辈愿借玄黄塔一缕威能，助前辈守护七情。多谢。昔年我身化转生盘，便是抱着苍生大爱之情，制定此地转生细则时，更是抱着对罪恶的憎恶之情，和对善良的敬仰之情。若要我斩断七情，世间便再无转生盘，再无六道符。
若无情，便无我。众生之苦，我来背负；众生之怨，我来承受；众生之恨，我来忍受。我自身之哀、恶、欲、喜、惧、爱、怒，为何不能由我来包容？以后要乖哦。若无情，便无我吗？我本以为身为天道法器，理应摒弃七情，方可做到公允。然后土拥有如此包容万物的大爱之力，竟令我也产生了几分动摇之心。大德厚土，贫道受教。主人，这水神可太厉害了，你斗不过他的。到底是我疏忽了，毕竟我还有10层算计。主人，你厚脸皮的境界可更高深了。少啰嗦。这便是七情失控前转生盘所见之情景。那是修罗族12品业火红莲之莲子，看来是修罗族用红莲莲子污染灵藤，想以此谋害娘娘。修罗族一向听命于西方教和路亚，七情生乱的时机，又恰逢玉帝历劫转世，此番极可能又是路亚与西方教的毒计。后土前辈放心，此事晚辈定会追查到底，不让六道府白白遭难。有水神作保，我自然安心。只是为护玉帝神魂，王母神魂亦有所损伤。且从未有过神魂进入转生盘而不入转生道之先例。稳妥起见，王母神魂也需随玉帝一道下凡。有劳后土前辈，晚辈还有一事想与后土前辈、判官及乌牛、乌马2位元帅商议。水神请讲。天庭出力，正是广纳良才之时。玉帝陛下此前就有意招揽六道府，此番王母亲送玉帝神魂下凡，亦是为了此事。只是眼下王母神魂已随玉帝陛下转生，龙吉殿下需坐镇天庭，便只好由我来带玉帝陛下与王母，问问诸位意思。六道府并入天庭体系，就能得天道之力庇佑。马，你觉得怎么样？判官意下如何？六道府巫族能得天庭赏识，实乃幸事。只是，判官可是有什么顾虑？六道府并无顾虑，而是巫族还有一支血脉，自巫妖大战后便退居北周苦寒之地。同族水深火热，我心中一直挂念，不知六道府归天后，可否请水神对北周巫族也施以援手？这并非难事。玉帝陛下与王母归位后，我会及时禀明前辈心愿。多谢水神。如此一来，六道府顺利上天，天庭就得到了巫族这一大助力。又失败了。地藏邪他那坐骑谛听遁入3000世界，还说什么追寻大道？西方教已指望不上，不必再白费力气。此番天庭必然有所警觉，你去告诉手下妖族，继续监视水神，其他不要轻举妄动。
大德后土单独将你留下，可是小师叔下凡历劫之事出了差错。有劳大法师与诸位前辈仙子挂心。玉帝王母无碍，是大德后土为表谢意，赠予一门八九玄功，让我道门三教同享。八九玄功乃肉身修行第一法，大德后土有心了。玉鼎真人对八九玄功的评价颇高，日后他的徒弟杨戬修习的也正是此功法，不可谓不是缘分。稍后我亦可将此功法传授于熊灵力，助熊灵力精进修为。水神老弟，怎么领了功德还这么闷闷不乐？大德后土为众生牺牲自我，化作六道转生盘后，却不断承受众生反噬的痛苦。这看似美好的三界，多数人的幸福，却需少数生灵去承受痛苦。想来便让人感慨万千。这大概也是大德后土拜托我们帮忙收束七情的用意所在。弟子有一疑问，想请大法师与诸位前辈仙子解惑。但说无妨。道之一事，可有对错，可有正逆，可有善恶，自是没有的。但道为生灵所修，生灵却有对错，也有善恶。大道3000，亘古迄今。然生灵修道为何？又会将道修往何方？却因人而异。终至道途不同，故道所显，随人而变，随人心而至。道本不变，却因生灵恒变。能否有一种道，可均衡生灵之变，使大道恒长？乌俗迎风变，虚怀玉物轻。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均衡。长庚道友这时悟道了，道基圆满，道心无垢。长庚这么年轻就能悟道至此，来日前途不可限量。七情之爱的后劲也未免太足了，此前积压的悲伤全部反弹了回来，悲伤那么大。后土之事证明了，劫难并非是主观说躲开就已躲开，即便是实力如此强横的后土，也难逃算计。封神劫前诸多变数，我该如何破局，才能保全道门和人族？变数1：圣母女娲力保路亚。我想通过杀死路亚来改变封神大劫的计划，被迫搁置。变数2：洪荒里存在另一个蓝星人浪前辈，他也知道封神大劫的未来，无论他对于大劫的态度是什么，都极有可能影响到我的行动。师兄，你听说了吗？仙都大法师生孩子了，那孩子就在天庭。是。这可是人教的大喜事，
据一位不愿表明身份的仙界内部人士透露，大法师修行阴阳大道时，往太极图上一坐，天地交改，然后就文字经3000遍。弟子实在不知竟有这般谣言，还请大法师恕罪。我自逍遥自在，何惧闲言碎语？水神，恭喜你们人教大法师喜得贵子啊！男人生宰当真厉害。误会，都是谣言。长寿邀我前来，就是为了看这些小惊喜吗？不，弟子有件事需要与大法师商议。如今天庭急需人才，更需要值得信任的人才。我们或许可以引荐人教仙人加入天庭。师父，这是大法师赐下的增寿酒，能增寿元，提修为。对了，这酒还有护肤养颜之效。师父，师父步入真仙境，便可以上天庭任职了。我突破到真仙境了，我修到了仙生巅峰。实力不够的，就把蟠桃弄成酒送给他们，保留营养风味的同时，加速提升修为。师妹师叔也快来尝尝吧。酒，小九要喝酒。上天庭任职。师父，不久前天庭发布了强兵计划的招募令，弟子自作主张将您报了上去。今日天庭要召您上天，封您为山神。我？啊？师父，是我。长寿，你怎么？嘘。师父，弟子这具化身的身份是玄都小法师。你以后遇到危险，就报这个名号。啊？咱们人教大法师乃是天地间有数的大能，你这外号岂非故意沾光？这名号便是大法师给的，方便弟子为咱们人教做事。弟子如今已能照顾好您与师妹。接下来恕弟子不敬，您我以道友互称，若您跟弟子的关系暴露，恐会招来祸事。殿下，我在水神老师那里上课，带老师走一趟。奇缘道友随我来。道友当真好福缘，能得水神老师举荐。您是？啊，忘了说，我父亲是凌霄宝殿中的天地主宰，母亲是瑶池仙手，他们这才称为一声殿下。凌霄主宰，瑶池仙手。那不就是玉帝王母的女儿亲自带我走后门？不是走后门。按照水神老师的话说，应该是内推，倒有符合天庭招人的标准。是这样吗？能得水神举荐，道友定是人教高卓仙。定是高品性之良才啊！多谢道友。不必客气，我乃东木宫水神好友，今特来送道友上任。东木宫，天庭南仙之首亲自送我上任，这后门都快走成正门了吧？我这就上天庭做山神了，辖区还在渡仙门这儿。长寿，你跟这个水神很熟吗？
弟子就是。啊，天庭重臣是你？龙姬公主的老师是你？东木宫的好友是你？玄都小法师也是你？那大法师的私生子也是？不，师傅，你听我解释。如今接连收复龙族、巫族，天庭已有崛起之势。只要天庭能提前大兴，就无需再通过分封神位来壮大自身，大劫就不会落下。天道有感，神位已现。今有大德后土主持六道事宜，统辖天与地之沟通，列二阶镇神之位。但与此同时，我与天庭之间仍需要掌握好尺度。我可以成为天庭的臣子，却不能成为被天庭操控的棋子。这位人教弟子真是了不得呀！龙族开路，巫族相随，天庭怕是要出现一位新的权臣了。看来大德后土之事，令你感悟良多。你的大道快要凝成了。我只是刚刚触及道的边缘，要修成大德后土那样的大道，还差得很远。哟，这小子还挺有自知之明啊。后土之大爱，实属可贵。似他这般先与天道而生的生灵，天性与道相近，对凡俗情念一知半解，探寻大道尚且需要漫长岁月。若非心存一腔孤勇，又何敢耗费光阴，演化七情？仙子也是先天生灵，不知仙子是如何找到道心所向的？我诞生之初，本是天地间第一缕云彩。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刻，我看见天空与大地分离，混沌的浊气缓缓退去，缥缈云雾冉冉升起。晨光是我，微风是我，朝露是我，万灵同类，混元而生。我想，那就是我要追寻一生的道。仙子笑起来当真好看。我搜肠刮肚，还想吟诗作赋应应景，却发现自己所知的那些诗词，抵不过你美的半分，只能用这般一句好看来夸赞了。今日你怎的多了这般言语？常听人说，先天生灵以道性居多，修行越久，越是忘情灭性；而后天生灵则以人性为主，实力越强，越会彰显私欲。仙子觉得，道性与人性，孰轻孰重？道性与人性，本就是此消彼长，自然需坚定道心。我却是一个俗人，我以为道非本我，性为本真，人性恰恰是生灵的本性。舍去本心，何以寻得真我？须知本心本性，得名造化道生。云霄受教了。果然，如果云霄仙子真能断绝人性中的情念，又如何会在公明前辈死后，以身入劫，替兄长报仇，最终落得那般惨烈的结局？
嘘，还能听到些声音。仙子，你可想过，若你我结成道侣，会是哪般情形？怎的突然说这些？我与你此时只是相熟，虽彼此有心意，但此路漫漫，言之过早矣。但你我只需平日里多见多言，自会快一些。我也想与你多见。那我们每500年见一面，可吗？500年，关在五指山的猴子都能熬出狱了。这就是先天生灵和后天生灵在时间观念上的时差吗？这枚落宝铜钱，还请仙子收下。你我之交，本应淡如水才是，怎的还要赠我灵宝？此物放在仙子这里，我最安心。倘若封神大劫避无可避，有了此物，或能帮公民前辈挡灾，降低云霄仙子入劫的因果。我知你有你的缘由，你不便说，我便不问。此物与你，而今强敌环伺，盼此仙云，护君一程。这……亲赠一缕青丝，我还一份因果。那仙子，500年后见。大家把什么给他了？啊，我们该不会要多出个姐夫了吧？难怪那家伙喊我就是前辈，喊云霄师妹就是仙子。让我看看这小老弟打的什么鬼主意。你们仗着法宝如此窥探，难道不怕云霄师妹教训起来？大姐应该还在好感境。好感境是什么？修成道侣的几个境界呀：好感境、心动境、升温境、热浪境、姻缘境。姻缘境若大成，愿意为对方奋不顾身，不顾因果，那就是道侣啦。能得大妹欣赏已经很难得了，要想让不食人间烟火的先天生灵为一个人奋不顾身，水神老弟任重道远呐。顺其自然，且看后续吧。师兄真是的，一定要让我带这么多东西吗？咦，下山修行不快乐吗？出去有那么危险吗？天还能不是这片天？
师兄。弟子这就出去闯荡了。我要修成真仙，我要下山历练。这么突然吗？师兄，师傅都去天庭了，我也要去。我最近几年修行遇到了一些瓶颈，始终无法突破。师傅说是我总待在小琼峰，日子太过安逸的缘故。师傅说的不错，只有在险境中磨练自己的意志，才能增长道心。人族生存权并非生而就有，我辈至今日是前人用性命拼回来的。等你下山就明白了。这么说，师兄是同意我下山了？我会交给你3个任务，限期3年，完成之后，想必你也应该突破了。为师是不是该跟上去护灵儿一场？师父，师妹不是任何人的依附，也不是小琼峰的一个摆件。他应该去了解，天地不只是眼前看到的这些，人生的选择亦是多种多样。那时，他才能开辟出自己的道。蓝天白云一成不变，青山一如门内中风。但一眼望去，总觉无比壮阔。这就是外面呀，真美！救命啊！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你逃不掉，把宝材都交出来！这不就是师兄的教学案例吗？安排的太明显了，完全在侮辱我的灵智水准。多谢恩公，还请恩公救我救到底，我愿当牛做马。竟还有隐藏尸体，弱者绑架，不必。若这般都逃不掉，你不会想碰瓷我吧？告辞。这次解决的不说完美，至少也算优秀吧。师兄见我行事这般稳妥，应当能放心了。好不容易下山，得给师父师兄买点东西。不过零食不多，得省着点花。小妹，你就是赌气外出，也不能不带盘缠啊。这是大哥命我送来的，当街送零食，这么突兀又直接，不像是师兄安排的。大姐姐，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家中只有一位兄长，并无其他姐妹。啊？警惕性挺高，不会被灵石骗走。小妹怎么还在说气话？啊？敖乙怎么直接放水了？哎，也罢，毕竟是我失策，忘给师妹多备零食了。我家穷得很，大姐姐接近我，究竟是何居心？啊？单单一个吻字能说明什么？师兄外出都用纸人，但他根本没有纸道人特有的气息。更重要的是，小琼峰的月宫都被师兄拿去换药了，怎么可能有机子啊？
我竟不知长寿兄生活得如此窘迫。其实并没有，毕竟身兼数职。灵娥道友，长寿兄特意让我追来，除了是送灵石，还想考教你的警惕性。敖乙，真是送灵石？不，师兄行事素有深意。有诈！这里真没有。这里一定有诈。不了，我带了灵石。长寿兄所托，请务必收下。我尚有任务在身，告辞。稳，确实很稳，但稳稳的押错题了。师妹，师兄，我确实忘了给你多备些灵石，所以才……我不信，你怎么证明你是我师兄？某人一日沐浴最高纪录是12次，13岁被蛇咬了，哭了3个时辰，17岁……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我都看到了，你已经有能力去完成历练。这次我不会特意安排什么，也不会出手干预。接下来的路，你要自己去走，去看，去经历。心有不定时，可抄稳字经。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唉。前往南州边界，诛杀100头真仙境修为的妖兽。真仙境，也就是和99师叔差不多的修为。正面打我可是一个都打不过，100个。师兄，你是认真的吗？啊，这里就是南州边界了。人族生存权并非生而就有，我辈至今日是前人用性命拼回来的。身为人族炼器师，我亦当为此地人族尽一份责任。半年时间过去，附近的妖被吓走了大半，短时间内不会再来。疗伤药方还有灵石也都留给了村长。历练任务已经完成，小兰姑娘，这就要走了。小兰姑娘，晚上来沈家吃饭？不了，还要准备明天用的药材。那你多注意身体，别累着。哎！若是能学到些仙人法术就好了，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兄弟没了。等我再长大一点，就去仙门拜师，修习法术。到时候我来保护家乡。为何不舍弃村落，退到后面的城关？若我们退，妖兽就向前追，那样死的人更多，而更多妖兽也会闻讯而来。我们再怎么跑，
能跑得过妖兽吗？朕有祖训，便是俱为妖兽所食，亦不可将人族之土拱手相让。人族起于微末，一路百般艰险，左右尽是凶恶，但凭着这股不屈之意、自强之心，方有人族代代不息。道心似乎圆满了一些。天劫这么快就来了？师妹的天劫到了，灵娥护卫纸人军团出击！师兄，此地已布下12座防偷袭微型阵基。渡劫所用之物一应俱全。最后的底牌9转金丹，我从老师那里求来2颗9转金丹，一切收好。撑不住了再吞，这是本命的。不过也无需太过紧张，你的道基稳固，渡劫成功率还是有9成8。师兄，你怎么了？为什么？确认过眼神是拒绝不了的雷，但我只是在天道认可下总结渡劫经验，利用太清丹道帮师妹做了一点点渡劫准备。凭什么挨批？为什么被罚？怎么就……且慢，稳字经。谁能想到罚他抄稳字经抄多了，抄出一条大道啊！这波只能认了。感谢天道老爷百忙之中赶来训诫，弟子甘愿领受责罚。天罚，小琼峰何以会招致天罚？长少，给你找补的借口，我实在编不出来了。师兄，9天速灵劫，凡渡过此劫者，将来必有长生之资。等下，师妹要受9道天雷，我不会也要受9道天罚吧？无妨，莫要分心，专心渡劫。轮转，天地井然。天劫是命数，也是机缘。我准备好了，来吧。我准备好了，来吧。我也准备好了，来吧。还有
有3道天雷，就能成仙了。苍天啊，还要挨3道天罚！还有最后1道天雷，让天雷劈得更猛烈些吧！猛烈个鬼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一定要渡劫成仙！渡劫就渡劫，还敢玩硬闯天雷耍帅的桥段，文字剧还是超少了。我成功了！师兄说过，大道自生，非灵而动，非信而往；自道由心，非天地生。为正为本，却不知我道为何。师妹以抄写文字经入道，飞升真仙了。啊，师妹这天劫渡的，真是费师兄啊！小家伙，护着你受完天罚，我和你屠老大得回去了啊！太清老爷这么久不和我俩唠嗑，你一定老想我们了。哎，我讲许多，太清阿嫂来得才浓。多谢二位前辈。走了。师父已受封山神。师妹也顺利渡劫飞升真仙，可自行继续历练。幸好有掌门为我掩护天罚之事，我也该继续去南州寻找玉帝王母转世身的下落了。卖包子嘞！公子今天起来晚了呀，就等您了。公子请品茶，这是刚来的高级货。公子好久不来我们这里了，可想你了。哎呀，昨晚在戏楼玩得太晚了，还输钱了。今天起来这个腰酸背痛，来，我给公子按摩下。你给我挠痒吗？重点儿。是。不够。再重点儿。没用的东西，快，再给我用力，用力！公子，太重了。人皇归于火云洞后，南州涌现出众多凡俗大国，有秦国在其中实力较强，又是门内供奉的主要来源。
最近有经过阙州城遭到袭击，掌门命我带门内诸位弟子前去平乱。有妖兽作乱？就地格杀！那难道是五色神光？乃日，可他身上没有任何阳刚之气，也没有半点阴柔气息，阴与阳在他身上仿佛完美相融。此人现身时，那一手挪移神通，已是显露出非凡的道境。他杀了多少人？道有何意？了断因果，要么本座杀了你们所有人，要么你们说出他杀人几何，本座去就对应数目的人族，如此两不相欠。别开口，惹不起。出来！地下那个人，他竟能截获我的传音！孔雀乃天地间第一只孔雀，身上有元凤血脉。他第一次现世是在巫妖大战时，据门内记载，神鸟孔雀自南而来，张口吞人食妖，以此玩乐。后因杀孽太重，惹来天罚惩处，又被大法师现身击败，送归于南。只是不知孔雀后来为何会参与到封神大劫中。但他的五色神光之下，杨戬、哪吒皆非其敌，燃灯、路压尽数败退，最后还逼出了圣人法相。这实力完全就是三教大师兄级别的。三教大师兄？有办法了。玄都小法师，刚刚传音给我的不是长寿师兄吗？高人在上，今日万万不可轻举妄动。若我推测不错，这位高人是天地间有数的大能。贫道玄都小法师，这几人都出自我人教道成，还请道友手下留情。
小法师，你与玄都大法师是什么关系？同门。有何凭证？他近来还好吗？啊？你所猜不错，本座便是孔宣。前些时日，本座这侄儿血脉暴走，神智失守。本座闭关醒来，一路寻到此处。他应已吃了一些人族，说个数量，本座去救了人，再来与你交谈。杀人、救人，本就是两码事。昔日本座亦曾吞噬10万人族，又如何？其后妖族为练陆无剑，欲灭绝人族，本座出手护住100万人族，偿还了因果。业障功德即可抵消，杀人救人为何不可护抵？所杀所救，可是一人。天数昭昭，增减护抵。所被吞食者，哎，宣雅，少说2句。此妖为祸凡俗，已吞食数10人。哼。这是几天前被妖族所擒的血石，10倍奉还。宣雅，你可是这位孔宣道友的对手？不是，我也不是，忍忍吧。哼，你这小法师，倒也是个妙人。对了，你家大法师，可曾提起过我？实话实说，会不会惹恼这位定位模糊的洪荒狠角啊？我跟大法师同处的岁月不长，但听大法师提起过那么1、2次。他都说什么了？您到底是男是女啊？这个问题不搞懂，总觉得事情会变得非常之刺激。道友，涉及我家大法师清誉，恕我多嘴。您道号写作宣草之宣，还是宣告之宣？问本座属阴属阳，直接问就是了。刚才还觉得你直言直语，性情不错。哼，本座此时尚未决定阴阳归属，若非他当年避而不见，我或许已做出抉择。这都行？今日终究是我凤祖之过，此乃传信玉符，本座随时可偿还人情。与大劫牵扯之人相继现世，只怕大劫不远了。这次应该有效了吧？接下来就该继续寻找玉帝王母的转世身了。你看看嘞，少爷呢？在这儿，快救少爷！话有明，你可是阙州城将军之子，怎么被这孔雀妖弄得这么灰头土脸？夏明霜，我好歹是英勇负伤，你身为城主之女却龟缩在后，怎么好意思说我？殿下，适才异象出现在南州有秦国。昊天，这次我一定让你归不了位。恭喜老爷。
这没出息的逆子！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莫要累着了，我明日再来看你。是，少爷。华少爷，您什么时候把莹莹纳回府中啊？本少爷听个曲儿，就要把弹曲的带回家。那爷来你这多喝几杯茶，是不是也要把你这茶楼盘下来呀？华少爷您别误会，小老儿只是……你听说了没有？最近阙州城来了位特别厉害的仙人。我知道，听说这位仙人早已得道，劝诫年轻人时，脑后现出金光，还能让赌鬼改过自新，开始崭新人生。仙人还坐在花楼前讲了2天2夜的道理，讲完这花楼直接就塌了。花楼掌柜善心大发，允许花楼姑娘赎身离开。何止啊！这位仙人走过之处，死鱼变活，枯井生水。仙人席地而坐，就能地生花朵；抬手一招，就会引来漫天飞鸟盘旋。仙人还拜访了阙州城最有名的书院，一场辩论让几名老贤高呼老师，仙人自己却不计声名，飘然而去。若能拜入这位仙人名下，可巧了。仙人说与阙州城有缘，要落脚在此开课收徒呢。仙人还说了，他不收学费，不收礼物，唯有一条，就是只纳聪慧灵敏之弟子。这么厉害，只纳聪慧灵敏之弟子，那不就是我吗？来了，真的来了！人生太短，天地太大。吾心虽怀无限，然双足不堪用。本城人杰地灵，风景也是不错。吾愿在此逗留3年，教导7、8名弟子，而后继续远行，探究天地之边界。仙法讲求仙缘，吾之精力亦有限度。最先20位入门者可听我讲课，依据课堂表现决定去留。冲什么冲？敢仗着自己家里势力抢先进去瞎占名额的，少爷我见一次打一次。去，后边去。你要打我吗，小明明？本少爷不跟你一般见识。出身富贵却大字不识的，能学到什么？不如将位置让出来，给那些真正读过书、学过道理的同辈，这样才能为本城培养出更多人才。一时不学无术，怎能代表一生便不学无术？那一时不得意，也不代表此人一生便无宏伟大功。华有明，你这般离经叛道，是要被华将军吊起来打的。哼，本少爷何惧之有？婶婶老师，不好了！这么多姻缘线，玉帝转世身，这都是哪儿招来的烂桃花？但玉帝历劫的命数由天道所定，我不好贸然干扰玉帝的感情生活。我能怎么办？
总不能去华府当家丁吧？萧指人探得华有明想学习仙法，我便学习蓝星的网红营销方案，在城内打响仙人名声，惹来各家追捧。接着放出要收徒的消息，引华有明、夏凝霜在内的诸多学子前来报名。好一个权贵贫寒之辩！这位公子如何称呼？华有明，家父是本城守将，我今后也要做守护此地的将军。少将军，寒门也好，贵子也罢，来日能否造福一方，终究要看心性品行。随我来吧。至于去前20人听课，则7、8人教学，那当然是物以稀为贵，饥饿营销，才能彰显我这高深莫测的仙人身份。我只会教导你们3年，这3年能得多少，全看你们自身。你们想学什么，我便教什么。但我教什么，你们也要学什么，懂了吗？那我要学这世上最厉害的仙法。仙法我自会教授，不过我只会传你们一点简单的困敌手法，比如操绳术。操绳术听起来就很糊弄人。贝子，你还不起来？这个夏凝霜还挺好看的。不对，以前我午睡，他往我被窝里泼水；我捉蟋蟀，他把我推进泥坑；我走路，他把我踹进池塘。他这么可恶，我怎么能觉得他好看？你说什么？我说你挺好看的。别误会啊，我是说你鼻孔里的那2根毛发。华有明。哎呦！生来往，莫管闲，先已故，难争先。欲不平，思自立，遭难事，须自省。诸位学子，不知不觉间，诸生同堂学习已有3年。入学伊始，有明与凝霜的贫寒之辩，我便想教会大家：万物同处世间，高低本非定数，自不必分出贵贱。高者许会跌重，低者亦能登攀，要我们心存敬畏，却不曾告诉我们，若登攀者追名逐利，跌重者心生怨恨，届时又该如何自处？接下来，该由您自己来寻找了。3年期满，吾也该再次启程游历。临行之际，吾各赠诸位学子锦囊1支。若日后心有迷惘，
可将其打开，也算全一场师生缘分。敢问先生名号为何？我啊，就叫穆清华吧。多谢先生3年的悉心教导。南州各地不断有异象发生，想必是水神故意混淆视听，阻碍我们追查玉帝王母转世身的下落。太子，既然玉帝历劫为天道所定，妖庭与西仿教都不能明面上出手干预，那不如我们借些外力，比如凡人自相残杀。凡间硝烟四起，父王只身投军，当真无碍吗？玉帝陛下与王母的命数由天道所述，凶吉祸福，皆是注定要自己去历经的。大军压境，我们不能自乱阵脚。我会向城主请命，领兵迎战。是。但当务之急还是撤离百姓。撤离之事交给我。战场刀剑无情，我等你凯旋。
月用兵。今我阙州将士，誓与城池共进退。所显，父王母后此战为胜，为何会有倾城异象？不是阙州城有异，是整个有秦国。有秦国的国运要崩塌了。所有人，死守有秦国！是。啊！有秦国都城遇袭了。 有秦国有多大？去。是。太清圣人竟然也如此关注有秦国之战，看来此战背后并不简单。这个玄雅，嘴里喊着什么？这是他身为有秦国之人该做的。 秦门内在下决断时，误考虑他的凡臣身份，就自己跑去有秦国了。唉，缺牙。有秦国为难之时，我们怎会坐视不理？你别太着急了，毕竟小九也跟了上去。哎呀，就是因为有小九在，才更让人不放心。掌门。 有秦国战场目前只是凡人之战，敌国背后的大仙宗还没有加入战局。按俗世规矩，我们也不可随意插手。我们抵达有秦国，只是提供法宝、符箓相助，何来插手一说？况且，对方暗地里的小动作也不少。如此来势汹汹，道威仙宗恐怕另有所图。 今日终究是我奉祖之过，渡仙门弟子拜见前辈，多谢前辈大救之恩。不必多礼，你们先去安顿凡人。玄雅，随我来。长寿师兄，我是不是又做错事了？那明明是我们不能敌的存在。 可玄雅觉得哪怕被打杀了，死在那儿，也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施恶者得到惩处。有情师妹，你跟我还不太懂事时，性子简直一模一样。别愣着了，来坐。但现在的我已经变得跟大多数人一样，遇到1、2次磨难。 会主动收起棱角，让自己变得圆滑，去思考自身所处环境，并逐渐被环境同化。而你，哪怕遇到了挫折，遇到了打击，也没放弃自己的坚持。有情师妹，其实我刚才想好了该如何说教你，我应该让你知道洪荒的险恶，让你知道，去触怒这种大脑，只是白白赴死。
喊得再大声也扭转不了什么，还会连累门内诸位长老的性命。我想提醒你弱者的生存法则，提醒你做事要讲究方法。可话到嘴边，突然发现，我只是不想承认自己曾被环境打败，又去告诉一个敢去挑战环境的人，他必须跟我一样认输，如此罢了。听不懂吗？在夸你。师兄是说我很顽固吗？不，你这不是顽固，你只是有些头铁。我是化身在此地，死了也无妨。但诸位同门、阙州城的百姓，甚至整个有情国的存在与否，都在那位前辈的一念之间。如果有毒继续今天的头铁行为，迟早会给渡仙门招来大祸。这就是你刚才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粉碎。想到了什么？要讲究方法。你如果选择坚持心底的正义，该如何表达？如何才能让玉不碎，石轻移？有情师妹，你这颗侠义之心，比长生道果都要珍贵。但要记住，要将它用在合适的地方，它才能够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所以，不要被人利用，学会审时度势，不成一时之勇，懂得有进有退。洪荒之中，是非对错反复交织，并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为兄希望你能学会如何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人，也希望你能保持这颗珍贵又高尚的心灵。今日是玄雅鲁莽，险些将各位同门置于险境。回去后，自当请掌门责罚。玄雅，你被夺舍了。玄雅，久久师叔，可是在挂念有情国之事？入门时，本就应该忘掉凡俗种种。此时弟子凡心未定。是啊，玄雅，谁还能真的不管自己的生身父母？只不过你父母与其他人的父母不同罢了。师叔，我以为你是来拦我的。拦你作甚？都到这节骨眼了，能回去还是回去吧。放心，有我这师叔在，一定护你周全。师叔送我抵达有情国之后，不必再。凡人之战，毕竟不适宜宗门插手，我不想让门内为难。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可能？各位道友何必着急赶路？道威仙宗的人，长老，道友若就地返回，并告知贵门掌门将有情国这块地皮相让，我等自会将你渡仙门诸位送回。为了争夺仙门资源，一个中州仙门都跑到南州来抢地盘了。训风！
不客气了。快去有情国，这里我顶着。多谢师叔。母亲，人呢？这两人真叫人不省心。太子已殉国，我儿，天要亡我有情，我的孩儿，他还没有名字呢，我还没看着他长大成人，不能，不能，母后，我们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所有人听令，从后殿撤退！在那儿！你们被强化了，快上！援军来了！有秦国阙州城城主之女夏凝霜，有秦国阙州城将军华有明，前来救驾！好，好！有秦国主靠嗑药续命，强行做了数百年君主，虽因违反天道招致浑身业障，但有秦国百姓也算安居乐业。只是太清圣人的目的，究竟是让我保有秦国，还是保华有明和夏凝霜？虽然这二者之间并不冲突。不要放走有秦国半个魂魄！我要让他们求死不能！师兄，你怎在此处？有秦国之战背后有道威仙宗出手，师兄莫要涉险，还请速速离开此处。我有遁法，不必担心。不如咱们细细谋划，稳妥些救出。师兄，我是有秦国公主，理应为护国而战。师兄毕竟是渡仙门门人。又来了，又来了！你是不是又要说，我不想因此牵连门内，还请师兄勿要多劝？上回对峙孔宣的时候，我和你说的那些话，你都忘干净了？你我既是同门，也为好友，我怎么可能看你陷入死地不管？可师兄，我虽在门内修行多年，但仍不忘我是有秦国的子民。今日，我不仅仅为我的亲人而战，更为我有秦国子民而战。前路凶险，敌人过于强大莫测，我自安于天命。但请师兄不要牵连在内，你我都改变不了今夜之事。若师兄执意相劝，那你我今后不做好友也罢。
不管了，随他去吧。友情悬崖，你终于来了。你可知今日是谁灭了你们友情国？是我！当年也害死云气，我筹措多年，就是为了今天。为了一个元清，不惜覆灭整个友情国，只能说明一件事：袁家所谓的复国大业，根本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错误。你住口！剑死！我可是天仙境初期，你一个真仙境巅峰，怎么可能？真是话都不听我讲完，今天就照你一次，暂时将我的力量借给你，以后打500年功来还吧。嘿，乘风破浪，嘿。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师兄，帮我！我在。不想死的，自封修为，原地打坐，你除外。言不认，遮天蔽月。
的人没拦住，渡仙门来援了，快撤！面甲女既已殒命，她一族后续之事，你想如何解决？他与元清意图反叛，死有余辜，但追究其族人，只会令他们徒增恨意。有情国已是如今模样，又何必继续下去？悬崖，本师叔来救。啊？怎么打完了？救救师叔，掌门。悬崖，我理解你担忧亲人，但你一个人来有情国太危险了。往后行事，还是要多加思虑。掌门，好了好了，悬崖不哭啦。燃灯副教主，就是他们渡仙门，欺我阐教道威仙宗。阐教副教主燃灯竟然亲自现身。难道道威仙宗进攻有情国，也是燃灯授意的？有情国之战的背后，莫非是人禅两教之争？明明是你们道威仙宗一言不合就开打，还赖到我渡仙门头上来了。小九，莫要冲动。燃灯副教主，渡仙门与贵教道威仙宗之间必有误会，还请副教主。贵门后辈性情暴躁，既有误会，不如进我这灵鹫灯中静坐调息一番，还望贵门勿怪。这燃灯是非要和有情国过不去了。副教主的乾坤尺果真厉害，竟能引动天地间乾坤之力。有情国不过一众凡夫俗子，今日必要将他们彻底斩杀。天赐之人，震烁乾坤。玄都小法师在这时候跳出来，莫非也是为了玉帝转世身而来？如果是因人禅两教之争，燃灯不必非要将有情国之人赶尽杀绝。但若他是冲着玉帝转世身而来的，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妖庭与天庭之争，才是这场战斗的关键所在。有情国主身负业障，我作为阐教副教主，自当遵从阐教教义。小法师，莫要为难我。这好说，贫道现下便立刻将有情国主击毙，全当送副教主一个人情。师兄，放心，他不会答应的。既能保住有情国的无辜死民，又不违阐教教义，如何？是。
杀他有什么用？满身业障的有情国主，怎可能是玉帝转世身？好小子，在这儿给我下套！哎呀，小法师心怀苍生大义，实在令我动容呢。实不相瞒，我也存了惜才之心，有意将有情国子民带回我教西星教导。西星教导，我看是一网打尽吧。这仁德，宁可错杀100，不放过一个，好歹毒！孔宣道友，晚辈有难，还请出手相救。这就来。道兄留步！道兄留步！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师兄？莫非是我认错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位仙子，是我赵公明眼拙。你哪只眼睛看我是仙子？啊？那你到底是凶还是仙子啊？难道既非凶又非仙子？魔通竟然有这种族权！找死！燃灯的乾坤池，不愧是能在封神大劫里击退赵公明之物。如今的我根本不是对手。轩哥，轩姐，轩哥姐，快来救救孩子吧！本座在此，谁人敢伤玄都小法师？孔宣道友，孔雀道友，我要给自己招惹因果灾祸，免得贫道出手伤了你。因果灾祸，出手伤我？巫妖大战时期，人族被巫妖两族杀至百不存一。那时，人族尚未获得修行之力，为躲避天上的妖族、地上的巫族，不得不躲入地下生活。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妖庭得天道护佑，人族反抗妖庭，就是在反抗天道。他们是人，他们都是自上古活下来的人族精锐。当年燧仁兄麾下破开妖族周天大阵，将妖庭打落的最强之军。燧仁兄为了获得与巫妖抗衡的力量，堕入魔道，10万将士追随他一同入魔，10万魔兵鏖战巫族，诛灭妖庭。水神今日究竟为何而来？闪灯，区区一个灵官将罢了。远古时提着一盏棺材灯，四处骗吃骗喝，如今倒是摆起了阐教副教主的架子。孔雀妖休得嚣张，贫道今日必收了你！这破齿果然废物。是吧？
两外乾坤。五色神光，灵杀。一把破齿，还想伤到本座？孔雀妖，你这是打定主意要投靠人教，不惜与我阐教为敌。阐教好大的威风！云霄仙子，恭迎前辈，连截教也被惊动了。此前是我失言，望孔玄道友见谅。仗着仙人神通，欺凌凡人，若非有孔宣道友和小法师道友护持，乾坤池怕是早已让有情国灰飞烟灭。有情国气数已尽，我阐教顺天而行，诛灭此国。截教前来，所图为何？天命不佑，自有我截教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你们这是要反天！燃灯副教主，可还记得天道因何而生？远古龙凤麒麟大战时，三族震碎洪荒，盘古残存在世间的意志，为守护洪荒天地，化作天道，约束众生。可见，守护之道才是真正的天道。既如此，燃灯副教主该与我们一同护佑有情国才是，何必倒行逆施？你，如今已非远古，若天道危害到生灵，吾辈自当反之。众生须受约束，为何天道便不可约束了？约束天道，有意思。说得好，有秦国之事，我截教管定了。阐教已公然与人教打对台，若是执意与截教为敌，在道门三教里同时得罪两教，只怕会背上分裂道门的罪名。这个罪责，燃灯担得起吗？截教今日所言，贫道记下了。待贫道禀明元始天尊，阐教自会来找截教讨个说法。这3个关于天道的问题，既点明了修道之人理应守护苍生的真谛，也驳斥了阐教副教主仗势欺人的虚伪。云霄仙子当真厉害。未来封神大劫开启，阐截两教闹翻，燃灯还会用这把乾坤尺偷袭赵公明，绝不能让乾坤尺回到燃灯手里，可又不能因此加剧人教与阐教的矛盾。孔宣道友莫要恼怒，我代燃灯副教主跟你赔个不是，道友万万不可抢走他的乾坤尺啊！本座虽然可以，但没必要。行吧，看在玄都的面子上，再帮你一回。燃灯副教主莫怕，道门一家亲，我来护你。这么好玩的事儿，怎能少了我赵公明？哎呀，孔宣道友的极速神通当真惊人，赶不上啊，赶不上！燃灯副教主，你何故伤我？你们几个，够了！
原来我们和真正高手的差距，根本不在修为。难道我们是差在法宝不够好吗？不，我说的是谋算之道，以及对脸面的割舍。这主要是靠天赋，修行是修行不来的。如小法师与公明前辈这般，才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怎么，小法师是觉得本座拿不得乾坤池吗？孔宣道友不能如此想。今日是冉登副教主对你出手在先，你也是不甘受辱，愤而还击。副教主乃洪荒民宿，他定不会介意用乾坤池向你赔罪的。谁说？若他计较，就是故意损阐教威名，毁道门清誉。还是小法师明理，这乾坤池送你了。幸得道友信任，我今日便做个和事之人。冉登副教主与孔宣道友之间的恩怨就此了断，如何？怎么回事？天道的力量在剧烈收束。我体内的法力好像不见了，这是天道之力所凝成的枷锁，仙人一旦被它锁死，就会法力尽失。天威发生了异动，那是天谴。师尊，天道似乎在警告我们。近来天机紊乱，1、2千年内大劫必至，你与公明需做好准备。阐教圣人，原是天尊亲自出手了。劫运有变，归山。连圣人都避之不及，天道到底想做什么？任你机关算尽，有秦国终究在劫难逃。有秦国不过是凡俗一个小国，怎会令天道如此震怒？这个国家非我不可吗？天命所至，必有深意。无论圣人还是天庭，都不可干涉，否则就是与天道为敌。这可是天谴呐！圣人不能违抗天道的剧本，所以让我去吗？请不来天兵，请不来圣人，我还能做什么？眼下只有最后那一线生机了。
天雷消失了。简迪，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你还怀有身孕啊！简迪生气，他腹中的胎儿就是未来的商国始祖。气，这就是天雷避开简迪的原因。而一个要建立商部落的人，势必不能承袭有情国的国主之位，这也是天道要往有情国的原因。为了开启封神大劫，就要生伤；为了生伤，就可以毁灭一个无辜的国家，杀死无辜的人。这样的天道，还能够阻止他吗？人族魔兵踏破苍穹，唯一能与天道对抗的，就是与之截然相悖的魔道。踏破天穹之事，人族已做了一遍，不介意做第二遍。